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透过 HubSport 以及智林体育台共同直播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今年113年哦，在南投的现场，我们今天在南投县的营北国中要为您带来的是特奥羽球的项目。那在今天这场比赛呢，稍早在9点就已经开赛哦。我们在今天的直播服务呢，是从早上10点开始。那在今天的转播工作是由我主播赵日元以及是郭怡君郭裁判长跟我们一起来看比赛。老师你好，大家早。对，那我们在今年哦，特别为观众朋友带来是特奥羽球的转播项目。那据我们在赛前的了解，其实这也是今年台湾第一次的这个特奥羽球的转播。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镜头的呈现哦，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到特奥羽球的一些项目以及魅力。那我们在这场比赛准备预计呢，在这场男子单打的比赛女子单打的比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那在这场比赛的部分呢，是由陈姿莹对上的是蔡伟林的赛事。待会因为在稍早的比赛是已经进行了2点的赛事哦，那要来进行第3点的作死赛了。对，第3局的作死赛，对，是。那我们在营北国中可以看到，其实来了蛮多的选手以及家长哦，来到这个现场来一同的观赛哦。那在今年的特奥羽球的项目当中，从开赛以来哦，要一路打到明天5月28号哦。今天的更正对，打到今天5月27号来决定今年在特奥羽球当中所有的奖牌的赢家得主。是的，没错。那我们在来欣赏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哦，当然刚刚有提到，在特奥羽球今年是在台湾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来做转播的服务。那我们也在赛中来跟这个郭裁判长来稍微聊一下这个特奥羽球跟一般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的这个身障的羽球部分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特奥羽球的部分针对的都是所谓智能障碍的孩子。是，对，然后大部分可能是智能障碍或者自闭症或者唐氏症、唐宝宝的部分，都属于我们在特奥羽球的参与的选手里面的特质。是，那特奥羽球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都是以能力分组的部分下去对参赛的选手做评估。是，那评估他们的能力之后，再把能力相近的选手排在一组，然后进行对抗。是，对，这样对每一位不管能力好或者能力低的孩子来说，他都能够充分的享受到比赛的一个乐趣，一个过程。是。那其实我们在赛前也跟老师您聊到，对于这个选手的分级来讲，其实算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流程哦。是，没错。我们在比赛开始的第一天，我们都会做一个所谓的能力分组评估。是。那就是针对每一位参赛选手下去评估他的羽球能力，他是否能够达到所谓我们一般正式羽球比赛的一个流程。是。那从所谓的长球、长切、放撩、杀这些基本的能力，甚至步法，或者甚至对规则的了解，这个部分对所有的参赛选手做一个初步的打分数。是。对。那打完分数之后，我们就会针对分数相近的孩子去做一个所谓的组别分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如果就女子单打来说，目前场上的这2位选手，她的
分级是分在第1级，不是第1级，是大家是第5级，是，对对对，第5级的部分，那就可能它就落在比较后段的选手，是能力比较稍微没那么好的选手，是。我刚刚也有看到，其实这个能力分组表，其中有一项还蛮特别的，就是在说明有没有选手隐藏实力的这一块哦。是是是是。对。那因为有时候会因为能力的分组，那想要夺牌的话，他如果在第1天的所谓评估赛的部分，他只是没有把真正自己的实力相对的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被能力评估员分级分组，可能分数打得低，是，那他就会到比较低能力组的部分。是，那当进行到决赛的赛事的时候，他就突然变得很厉害。是，那就为了可以拿取金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评估项目，就是评估这个小孩子是不是真的是把自己平常的真正的实力把它表现在所谓的分级赛的时候，对对对。所以我相信这些评委们，因为本身都是羽球专长出身的教练或老师，对于场上的选手们的临场发挥，有时候可能选手们要隐藏自己的实力，但是没办法逃过这些评委老师的眼睛呢。没错，是的，对，就是可能会稍微让孩子说，今天是分组赛，你保留点体力，保留点实力，那我们在正式决赛的时候再来用心努力的去争取胜利，这样子。那当然，相对的，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能力评估员能够去判断他是否真的是在哪一级的能力。当然，这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比赛的公平性哦，因为其实没错，有些选手们这些本身运动能力是比较强的哦，当然在这个分级上面来讲，必须要让他分配到这个实力比较相近的选手们呢，这样子可能在比赛起来，对于选手们不管是在这个程度上的呈现啊，或是这个赛制上的安排呢，都会比较公平一些。当然，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所谓特奥的精神就是当然是公平、公正，然后以孩子的能力下去，让他们呈现出最好的自己。是。那当然，在台湾的部分哦，这每隔2年都会来办这个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哦。在上一届111年是在台中进行的哦，那今年过了2年之后是移师到南投来哦。那当然，这我们也是配合这个体育署的这个转播。运动推广计划当中，转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特别在今年，在所有的这个身障运国民运动会当中，是有提供很多赛目的这个转播服务。是。好，那我们再为各位介绍这个特奥羽球这样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到场上看一下姿莹跟伟林在这一场比赛。今天上午所进行的比赛都是奖牌赛、铜牌赛哦，所以没错，2位的选手要在今年目前是看到女子单打第5级的这个项目当中要来争取铜牌哦。场上看到伟林在第3局的比赛当中17比10。那关于特奥羽球的项目，我们这边也请郭老师来稍微谈一下赛制的部分哦。赛制的部分我们都是根据国际的羽球规则，对，是一模一样的。是。对，没有错。没有说因为这些特殊的孩子而有额外的一个赛事的进行，对。那这个如果对于羽球运动不熟悉的观众朋友们，也稍微介绍一下，在羽球的部分是打这个21分赛制的。对，没错。对，那先拿到21分的选手就会拿到那一局的胜利。那在局数方面是打3战2胜制的。对，没错。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2位选手已经到了第3局的决胜局。是。那伟林现在19比11哦，也是差1分就可以来到赛末点了。
那当然，在羽球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个 deuce 的制度哦。如果双方在打到21分之前是打到20-20平手的话，会进入到 deuce。对，要再多赢2分。对，多赢2分。对，多赢2分，是的。不过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最后有结果了。是由云林县的新竹市的蔡伟玲，新竹市的对是，对拿到了在今年呢在女子单打第5级当中的铜牌。那志颖在这场比赛很可惜哦，虽然在第2局是有稍微扳回来一点点哦，但是在第3局是没有办法来跟伟玲这边来做抗衡了，所以最后是21-11在第3局落败。不过志颖在今年的成绩最后是拿到了全国第4名，也是一个相当好。我觉得今天在进入到奖牌赛的所有选手来讲，都是全国的佼佼者喽。是，应该是这么说。我们特奥的精神，特奥羽球的部分呢是人人有奖。是。对，那我们基本的能力分组最少就是会在组别的部分会3人到8人。是。那到分组分到8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从第1名颁奖到第8名，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台领奖，有这一份的成就感，有这一份的荣耀，对，所以我们都是所有的名次都必须把它打出来的。是。那其实我在比赛前也有稍微做一下功课，有稍微查到在特奥运动项目当中，在颁奖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没有要来播放各国的国歌或是这个会歌之类的。没有，我们会有中华台北特奥会的一个会歌。是。所以也是我们希望让选手们来参加比赛哦。名次固然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但是我们也希望每位选手都乐在其中哦。是的，没错，是。好，所以在这场比赛女子单打的第5级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待会下一场，其实今天赛程蛮紧凑的哦。继续要来下一场比赛是男子单打第4级的赛事。是由南投县的林明翰对上云林县的许玉玲。是。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是分组分在第4级，但是这2位选手其实是在所有的男单参赛选手里面实力是比较好的。是。对。那因为我们的分级分组不是说一定从能力最好的就是他是在上级，比如说1、2、3、4、5、6、7、8，没有，对我们没有按照这样子的程序，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所谓的分组，这是男单的 M04组，是，但它是所有的男单参赛选手里面能力评估分数在属于前4名的。是。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的欣赏这2位孩子的精彩表现。好，画面上看到穿着黑色球衣是来自南投县的黎明翰。那比赛前也是一样，2位选手都是要在裁判的公正之下来掷硬币来猜待会的球权跟场地哦。那画面上看到上方的选手这边是南投县的黎明翰。穿着黑色的球衣，那在另外一边的选手来自云林县的许玉玲。我们请10点15分，台中市廖明和，宜兰县陈世恩到。那黎明翰在今年来自南投县，就是地主选手了。没错，对，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这场比赛有个好表现哦，把这个奖牌留在南投哦。那在去年的台中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当中，得牌最多的3个县市哦，就是来自南投、云林跟台南这3个县市哦。那当然，今年回到南投老家来进行比赛，我想这些所有项目的南投县的选手们来讲，都希望在乡亲父老的面前当中一展长才哦。是，没错。而且刚刚透过画面上看到，在营北国中2楼的这观众席，真的是来了蛮多的选手的家长哦，来到现场来观赛哦。对。这一届蓝色的 Under Armour 的裁判山就是那当然，
对于选手的比赛来讲，有观众以及家长的陪伴，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是对孩子的鼓励，对，没错。当然，在场上选手们的表现都会希望表现给家长们来看哦，而且在今天又有转播，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哦。我相信这些孩子应该都是第一次。是。希望不要造成影响他们，让他们情绪紧张。对。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跟体验跟成长哦，不一样的打球环境哦，当然是要有这个不一样的水准的体现哦。当然，可能会自己本身的部分哦，可能会比较在意说我要减少失误，那当然可能就会产生紧张感哦，影响在场上的情况。是。好，现在比赛要开始了。在这场比赛的发球是要由许玉玲。对。这一球在明翰的回击，玉玲是没有办法来回击过网，第一分是由明翰拿下。可以看到，在明翰的攻击，其实在回拍的打击力道上来讲是还蛮强劲的哦。那在特奥羽球的选手的训练上来讲，因为其实郭老师本身自己也是羽球专长的教练哦。对，没错。那对于这些选手们的训练跟照顾上来讲，您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可以跟观众朋友们来分享？可能在训练上面，我们就要有更多的耐心，不厌其烦的再把一个动作分解成很多的小细节，让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孩子能够吸收。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认知上面没有那么的清楚清晰，所以当我们在执行一个单一动作，假设就是所谓的长球来说好了，那一般的运动员可能练个10分钟就可以完成所谓教练的指令。是。那针对我们特殊的孩子，你可能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口语上面的解释，去提升他的了解度、认知度。是。所以我想，对于教练上来讲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在执教方面上来讲，对于场上的选手们可能跟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是的，是的。但我们可以看到，敏翰的动作及握拍其实都蛮好的，蛮正确的，对，甚至他的步伐都相较比玉玲来得比较好，对。而且看到明翰在处理这个回击球，其实都会尽量站在这场中来观察看看玉玲的回击球的动向来决定他下一拍要移动到哪个位置。是的，所以敏翰的一个观念，对一个场上的观念，其实是非常好、非常正确的。是。第一局的比赛，来自南投县的林明翰8比4。哇，这球有点回击失误，没有挥到球。对，因为没有把侧身的动作做完成。是。对。好球。刚好是打这个底线的位置哦，在界内落地，9比5。哇，这球放掉，但是球在界内落地哦。没错。哇，这球有点可惜，明翰没有办法掌握住。哇，连续被玉玲这边是追了3分回来哦。是。界外。对，这球的边线杀球落到了界外。10比7。
那在今年刚刚有提到，在南投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当中，除了是有多增加了电视转播的服务之外，在运动的项目也比上一届台中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是也多了7项哦。在上一届是只有16项的赛事，在今年是一举增加到23项哦。那也这边也显示，其实在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规模是越办越大哦，也希望让更多也是在这个状况的运动员想要来参与比赛，有一个可以很好发挥的平台哦。对，没错，是的。那场边现在是有暂停出现。那当然这个暂停出现主要都是让暂停应该是玉林这边云林县玉林这边喊出来的应该不是所谓的暂停，就是在每一局的11分，我们会有一个中场的休息时间。对对对，那也是让选手可以下来喝喝水，然后稍微调息一下呼吸，那也让教练有这个机会有一个1分钟的时间，让他可以去指导选手。对，是每一局的中间都会有一个1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在今年的特奥羽球方面，选手们有自己暂停的机会吗？没有。所以就是只能在这个每一局的11分之后跟换场。对，是在羽球项目里面是没有所谓的暂停。是。对。那每一局的11分会有一个1分钟的休息，那每一场的换边会有2分钟的休息。对。所以在比赛方面真的都是相当紧凑哦。那玉林这一球的反拍回击挂网。信爱 ，Go Go Go！ 一城，加油！场边在裁判组的老师可以透过转播听到赛前介绍选手们的时候，也是特别有精神哦。在比赛前都会为两边的选手们加油鼓励。没错，我们一直朝着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像选手要入场，我们都会有一个很隆重的进场仪式。是。对，也让我们的选手能够感受到，我是准备要下场去打仗的。是。这种比赛的感觉哦，紧张的气氛要营造出来。对，没错。哇，这球的敏汉回击有点发力太小了，没有办法来击到对方的场地里面。是的，我们能很清楚的看到，其实针对敏汉跟玉林这2位孩子，他们的能力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对于规则也稍微比较了解。对，那就会有一些我们能力比较低的孩子，他可能在规则上面就没那么清楚。是。对。哇，这球可惜了。对。位置是相当好，但是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球回击过网，反倒是杀到了这个网带下。哇，连续的2球，玉林这边都没有办法掌握住。18比13。9点50分。敏汉的回击还是一样，在第1局是非常的强势。对打之后，最后呢由张香荣2比0胜出。不过透过镜头上面来看到敏汉，感觉不出有紧张的感觉哦，非常的冷静。对，而且融入在这个比赛的节奏跟过程当中哦。那当然，成为一位好的运动员，这个冷静执着跟专注，都是一个在场上获得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的，没错。好，所以在第1局的比赛可以看到，在来自南投县地主的选手林敏汉是21比13，在第1局是率先拿到了胜利。所以在第1局结束之后，刚刚在郭教练这边也提到会有2分钟的这个休息时间哦。是。也希望在落后的一方玉林这边
透过这短暂的2分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在下一局要如何来应战了。对，也是考验教练给予孩子的一个指令啊，是否能够有不同的战术去运用。吴元芳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裁判及运动员进场，加油！江胜伟，Go Go Go！ 林奕顺，加油！第2局0-0，比赛开始。加油！在经过短暂休息之后，第2局现在马上要继续来进行了。李敏翰在第2局回来，第1分也是顺利的拿到。红尘 Go！ 哇，连续2球的放短，李敏翰真的还蛮有这个球商的哦。是，能够很成功的运用教练给予的战术。这球是想要来打这个底线哦，但出界，2-1。在第2局比赛是李敏翰来取得领先哦。哇，这球很可惜，想要在反拍的部分来做加力，但最后挂网。可以看到，在李敏翰选手的反拍的处理上来讲，真的打得还蛮好的哦。对，如果敏翰跟玉林来相较之下，敏翰的反手拍，对反手拍的部分比玉林来得好。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2位选手的战术都是运用攻击的部分来得分。是。对。4-4，不过在最近的2颗球，敏翰这边没有办法来做回击。竞赛组广播，我们进行10点40分，选手检录。新北市。不过也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敏翰在这比较远端的处理球方面，大部分都会把这个球放掉来赌看看这个球会不会在界外落地。他对整个场地的界内外其实是很明确、很清楚的。是。对，他能够去了解说，这个球已经到达边线，可能就已经会造成出界。是。对。好球，这球落在界内，是。对。一度在第2局，玉林是取得1分的领先的情况下，现在双方又战成6-6的平手。哇，在吊短这球也是打得相当的精彩哦，滚网而过，非常的好。这种打在网带上面的球真的是最难回击的，有时候就真的没办法，这个力量上的削弱，球就会直接落地了。对，没错。这球其实对于玉林来讲并没有这么不好处理，但是最后想要用反拍来做回击挂网。10-6。这球的回击还是没有办法打到李敏翰的场地去，所以在第2局的比赛现在来到11-6。会有一个短暂停哦，让两边的选手们来稍微休息一下哦。是的。在第2局可以看到，其实玉林跟敏翰是有一度打到这个6-5，玉林是领先1分哦。不过反倒是后面一连丢了5分哦，让敏翰在第2局又来到一个这5分的领先哦。对，教练在透过这个暂停，其实也是
要用非常短的时间来交代选手们的一些等一下应对的技巧哦。对，没错，就在这短短的1分钟之内，要赶紧调整孩子的一个战术运用，那甚至说要减少失误的部分。那当然，对于场上这智能障碍的选手们来讲，真的我觉得会比较吃力一点哦。要这么短的时间内来吸收教练想要来传达的讯息，跟待会他要做的动作。对。13-6，哇，这球再度放掉，不过是压在线上。哇，这一球玉林也是又来一个滚网而过，对，他也学会这一招了。啊，其实这种滚网球不止在这个特奥羽球的项目来讲，一般人哦，一般的选手在打这种滚网球来讲，确实也是一个不好处理的回击球。是的，没错。所以会不会有选手都刻意练这一招？我就把球打到网袋上面，看能不能滚过去。有点难。15-8。不过在今天这场比赛看到有至少2-3球在玉林的回击上面来讲没有办法命中球拍哦。我们可以看到在刚刚短暂的休息之后，很清楚明白可以看到闵翰的攻击力度又加大了。是。对。所以这力道加大的情况，或多或少对于选手们在回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哦。对，没错。在第一局能打到的球，因为这力道加大了之后，球来击的这个轨迹跟动向来讲，可能跟第一局不太一样。是的。所以常常会有这个挥拍落空的情况。19-8。警督区广播，请嘉义市3。哇，从双方在第2局6-6平手之后，哇，李敏翰现在真的是油门吹落去哦，一路的领先。对，现在来到比分拉大了。这场比赛的赛末点了。哦，真的可以看到闵翰在这场比赛，尤其这个电视转播桌，完全丝毫感受不到这个有声色跟这个怯场的情况。对，没错。好，那在这场比赛第2个赛末点，李敏翰就掌握下来，所以在这场这个男子单打第4级的铜牌赛，最后带走胜利的是南投县的李敏翰。哦，地主的选手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是赢得了铜牌哦，留在了家乡。最后2-0打败了来自云林县的许玉玲。那两边的选手，我们在这场比赛赛后也请郭老师也简单的先来为2位选手来讲评一下。是，那经过2场激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位选手的能力实力其实都不弱。那相较之下，闵翰的基础动作，甚至他的攻击力度都相对比玉林来得好。是。那防守的部分，可能因为闵翰的攻击造成玉林在防守上面造成了很多失误，但是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2位孩子都是运用做短球等高球上来的时候增加攻击力，然后赢得分数，赢得比赛。是。对，没有错。好，我们再次恭喜李敏翰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拿下铜牌。那我们这边邀请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会有继续下一场比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请您持续锁定哦。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
们请高雄市林宜荣、台南市卓资君自检录区欢迎检录。泽奇加油，下次要继续努力哦，加油！好棒好棒！大卫广播，我们进行10点40分赛事。第一场地由嘉义市詹雅文对战宜兰县潘柔雅，主审由李秋怡裁判担任，现审由陈满、洪秋兰担任。让有人员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雅文加油，柔雅加油！双方展现运动员精神，勇于尝试，争取胜利。好，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哦，在目前10点40分，我们准备要来进行的比赛是特奥羽球男子单打的这个第4期的比赛哦，是由宜兰县的陈世恩对上的是台中市的廖英和。这场比赛是这男子第4级组单打的铜牌赛。那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一样是由我主播赵人员以及这个杨家豪，这竹山高中羽球队的总教练，跟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杨教练早安。早安，各位选手大家早，各位观众大家早。对，那我们在这场比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当然也是会跟这个杨教练来谈一下自己这本身的专业跟这个特奥羽球的这个渊源跟发展。因为刚刚听到这怡君老师也提到，其实杨教练其实好像也有带队来参加今年的比赛。是，其实本身在这一次赛事，我的任务大概就是羽球竞赛的总负责人跟赛务经理。是。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一次本身身障运的部分，我们还有另外的2个项目，就是听障跟肢障羽球，它是在竹山高中举办。是。那轮椅羽球的部分是在延平国小。是。那当然特奥羽球就是在我们营北国中。所以我这一次大概的任务是，不以指导选手为，当然本身是教练，可是这是不是以指导选手，是在负责整个赛务的推行的部分，这样子是。那在今年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在前一场比赛有提到，在今年举办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当中，在南投县政府今年是投了蛮多的这个心力跟心血哦，除了在这比赛当中有挑选了一些比较精彩的赛事来做电视转播之外，那当然特奥羽球的部分真的也是全台湾首例，在今年是第1次来进行电视转播。像以羽球，应该是说，像我们在111的时候有去台中，都是在赛事进行的时候去做访视。是。那时候我们在看台中那次并没有选手的直播，就是包含特奥跟一般肢障跟听障。那这一次也感谢县府，他非常的重视选手的，应该说整个赛事的推行跟整个运动的推广，所以他在精彩的赛事天，就是日期，就是在决赛日的时候，他就有安排这个赛事的直播。那其实，在羽球的部分，那羽球委员会他也很用心。其实我们在5月初，为了怕赛事的直播有稍微，我们已经有先 run 过，所以我们在那时候有办示范赛，也是有赛事的直播，就是希望能把这次的赛事办理到最好，那让全国各地的选手及教练来到这边会感受到我们南投县政府对于这次赛事的用心。是。那当然，对于选手们来讲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是没有这电视直播的服务。当然，对于选手们可能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来讲，打球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当然，那是一定不一样。相对来说，其实也是第一个增加。这个当然就很吃选手的抗压性啦。如果以羽球专业来说，因为他会觉得不是周围的人在看，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全国的选手，全国的观众都在观赏这一场赛事。那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提升我们选手的抗压性。因为现在其实国内非常多的赛事，它都会跟国际接轨。
那其实我们国内除了培养这项运动，最主要也是我们希望能让我们的选手在国际的运动场上能提升。对，所以我相信县府我们这一次这样办理，那我们一定会让全国的观众、选手、教练来到我们南投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当然，在今年呢，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来到了南投，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不管在硬体上面来讲，或是这个赛制上的安排都有别于过往的几届上来讲，不管是对于我们工作人员来讲，或是选手，都是有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面向哦。是，像我们以南投县府来说，我们在在台中市在举办之前，我们已经大概开了4到5次的筹备会。是。那为了要去做访视，那在从做完访视到应该说到赛事举办，我们大大小小的会大概开了应该有上百次。那其实最主要我们就是希望能把赛事办理到最好，那是我们一贯开会，包括我们筹备会，包括我们县长都是一贯的宗旨，就是希望能让选手到我们这边，我们希望有优质的环境、优质的赛事。那当然就是在选手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去争取最佳的成绩。是。对，因为其实对于这国内的赛事来讲，办在南投，不管对于哪个县市来讲，都是一个相当方便的城市，它就是在台湾的中间哦。对。那当然，县府投入了这么多资源、人力跟物力上来讲，当然是希望给场上的选手有做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环境之外，当然也是非常期待南投地主的这个选手们能刚好不用移师到其他的县市去，就是在南投好好的专心比赛哦。是，其实像以特殊项目的运动来说，其实在南投县以往来说，在推行上会有比较困难的地方。可是像这一次在特奥羽球的部分，我们南投也有6位，像竹山高中就有6位种植班的选手来参加。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地方的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啊，就是尤其比赛办在这边，那我们有在地的选手可以出来比赛，那我觉得会提升他们对比赛参加的意愿。那会不会在下一次，因为115是在新北市，那甚至我们南投县会不会就是派员去参加，或者是选手的参加意愿就会比较高。那像以听障羽球来说，像我们南投也有一个小朋友，延平国小的小朋友，他在今天准备要在竹山高中举办的赛事，也是前进了16强，打进决赛。那其实对我们南投县的羽球来说，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会鼓励我们一些特殊的小朋友，他可以走出来，也可以去参加赛事，那也可以得到自己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刚刚杨教练也提到，在下一届的比赛是在新北，当然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南投的比赛，如果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的话，自然会增加他下一次继续在后年的部分来到新北市继续比赛的一个意愿。是没有错，对，这是一定的，这是提升选手他对这个比赛的企图心。是。对，所以其实今年我们办了非常多在地的选手出来，应该说是跟以往在111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选手会愿意出来比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本身南投县的运动风气跟像选手他运动提升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对。而且今年其实可以看到，在特奥羽球的部分来讲，是来到营北国中来进行比赛哦。是。在营北国中，其实这边也是一个提供非常好的场地让选手们来到营北国中来进行赛事。是，其实像以营北国中来说，它也是现在我们南投县政府以羽球3级制基层国中来说的重点的项目。是。那以往来说，他们也有应该说也有非常多的选手好手在从这边毕业，像我们在2022在世界青少年羽球锦标赛，我们台湾代表队在西班牙是荣获了银牌，那其中一位代表选手就是这边毕业的选手，那位选手也是在2023的时候有拿到全国的青少年的 U19 排名赛的冠军，所以营北它的场地跟它整个训练的模式，应该说是非常好的。那在我们
以羽球的资源来说，当然都是相对6都一定是比较多。那所以我们在资源的部分，我们也很感谢县府，他会，应该说在县府南投县有限的资源下，他县府也提供了我们林北这边很多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去培养小朋友。那当然希望说有好成绩以后，当然能希望说会有更多的资源挹注，让林北这边可以更无后顾之忧去，应该说去训练选手。对对对，那也很感谢说这一次因为身障运比赛的关系，也让我们林北国中去改善了一些硬体上不足的地方。对对对，是。其实，在赛前看到有平面媒体报道，在林北国中的这个不管是学生来讲，或是教职员哦，包含校长哦，都是特别热爱羽球这项运动赛事。是，当然，对。其实像以南投县来说，我们以羽球目前在推行的3级制，以县府现在的规划，3级制是非常的完善。是。对，就是在国小、国中，那高中的话就是到竹山高中去。对对对，其实我们在3级制的推广是非常之完善的。好，在我们经过聊天哦，在介绍这特奥羽球的方面上来讲，第1局的比赛也结束了。在陈世恩跟廖英和第1局的比赛当中，21-17拿到第1局胜利的是宜兰县的陈世恩。那在经过这个中场 highlight 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这个 AA 场地来看第2局的比赛。好，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在这场特奥羽球男子单打第4级的比赛当中，来自宜兰县的陈世恩对上台中市的廖英和。在刚刚第1局，陈世恩是先拿到第1局的胜利。在第2局比赛看到廖英和应该这边是有在休息的时候更换一下这个策略所以在第2局是先拿了4分下来。单位报告10点15分，男子单打 M0度。那我们在第2局的比赛进行当中，当然也是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跟杨家豪教练稍微再来聊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南投其实在最近是还蛮着重培育在羽球的3级项目发展当中，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赛，3级的比赛也好，成人的比赛也好，是在南投近期会来举办的？我们为了配合就是身障运113年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那其实也感谢县府，我们在5月3号其实已经办理结束。我们在5月3号及5号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林北国中这个场地，我们有先举办了全民杯日月潭全民杯全国羽球锦标赛。那也是在南投县，因为配合身障运，我们也是首创了我们有办理站立组跟听障组的赛事。那这一次的赛事，为了我们现在的直播的就是我们测试一下顺畅度，所以我们也是办理在南投，应该说在中部地区第1场的赛事直播。对，所以其实在我们为了这次比赛，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倾尽了全力，非常的用心在办理。那所以那一次的赛事也吸引了非常多的选手，大概会有以中部来说算是一个大型的赛事，大概会有1000人的人次来参加这个赛事。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办理赛事的，应该说办理赛事的经验，让我们的南投县的全民杯就是变成说我们每年中部固定的赛事。是。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推广羽球运动及我们整个南投县的观光。这推广观光，我觉得搭配的这个比赛来办理其实都是还蛮有帮助的一个面向。是。对，像我们在赛事5月3号到5号赛事在进行的过程啊，就是也会做了一些广告的标志会让民众啊知道说，我们像林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在6日的部分，中心新村的大操场都会办理非常多的文艺活动，像我们在办理赛事5月3号到5月办理赛事的期间，就是刚好也有马拉松的赛事。那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借由办理一些活动，让我们的南投的观光能更好，能吸引一些外地游客到我们这里来。是。因为在月初举办的全民杯的比赛这个日月潭就是冠名在这个赛事上面的。对，我们我们在办理赛事会希望说发展我们这边的地方特色，所以当然我们南投最有名的观光景点就是日月潭，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比赛我们可以常年的办理下去，会希望能更多的民众到我们南投县，到我们日月潭去走走看看。对，除了日月潭之外其实埔里啦、集集啦，真的都有蛮多值得观众朋友们来到这边观赛之外的，可以来顺便观光是，对。像以往来说，蛮可惜的，其实应该在前一些时间呢，像埔里的部分，他都会去办理一个比赛叫地理中心杯，那其实也是埔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景点。那因为近几年就比较没有去办理，所以我们希望说以日月潭杯可以来接续。那也可以成为我们重点的培养的赛事项目，也可以希望我们全国各地，我们也欢迎明年114的日月潭全民杯，我们的全国各地的选手会到我们这边来参加，我们也会持续的以办理直播的规模来去承办这个比赛。当然，近期在这个举办比赛我想对于转播方面都是主办单位会优先考量的一点因为这个转播的呈现，除了可以让选手们留下珍贵的这个影像记录之外，那当然对于赛事的推广，刚刚杨教练也提到，在地的观光的宣传都是有蛮大的一个影响一定是这是一定的。所以其实最主要，我们其实办理赛事我们会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当然就是赛事的本质，再来就是附加价值。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可以去提升选手那你办理直播，就像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办理直播对选手他的感受一定会不一样。那我们也希望还有一点就是让选手感受到重视的程度。那办理直播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其实这样子我觉得对各方面都是有所提升。好，我们目前再把这个目光焦点回到场上，宜兰县的陈世恩在第2局比赛，现在是来到了14-13，暂时1分的领先。是。那世恩其实在上一届的111年台中全障运的这个赛会当中，在特奥羽球的项目，当初是双打银牌跟着宜兰县的陈燕婷选手一同在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是拿到银牌。那今年是来参加单打的项目，要来争取看看在今年能不能在男子单打第4级的比赛当中拿到铜牌目前赛事很焦灼在第2局后段，现在还是呈现平手的状态。其实可以看到，进入到奖牌赛的选手们来讲，球技方面真的都蛮能掌握这个球的落点以及回击的力道这一次的赛事，我觉得以我们本身县府主办单位来说就很用心，像我们的为了让选手避免选手受伤，像他的整个赛事场地的规划，他的就是用整个国际级的标准，所以让选手不管是他在击球的时候都会有比较无后顾之忧。像我们这一次也是租用了这是专用的地垫，让选手他可以在击球上会比较舒服。专业的地垫其实铺设上去真的
转播上面看得舒服哦，选手们打的也是开心哦。这是当然，这是一定的，是。只是这个就很感谢我们的前置作业的工作团队。因为铺设地垫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时间比较长，而且它专业度必须要很够。是。对，这个也很感谢这个工作团队。不过刚刚在赛前也跟杨教练有稍微聊到，在今年南投县这羽球委员会真的也是花了蛮多的力气哦，在协办今年的全障运哦。是因为以羽委会的角色，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能去推广到，因为我们有竞技的部分，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南投县的在地的选手及小朋友会有好的成绩。是。那赛事的推广，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到专业的部分，让来参赛的选手他会感受到我们的用心。是。好，那在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准备要来进行第3局的比赛。在第2局的比赛，台中市的廖英和是扳回1城。所以在第2局比赛21比18 3分的差距啊，这场比赛待会2位选手要在第3局拼输赢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在这场男子的单打铜牌赛，来自宜兰县的陈世恩对上台中市的廖英和，比赛要继续进行到第3局的比赛。进入第3局的赛事，现在就是要看着选手的抗压性跟他的基本的体能啊。是。因为以进入第3局来说，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当然，相对来说，选手的抗压也会去影响到他体能的调配。因为通常第3局压力会比较大，压力如果比较大的话，其实他对体能也是会稍稍影响。那其实我们讲最基本的术语，就是他的可能手脚僵硬度会增加，我就会减缓他的移动。对，也是要看到选手的抗压的表现。尤其在第3局哦，我想对于选手们来讲，这个要尽量避免失误的产生。刚刚杨教练也提到，这个压力感呢会让自己肢体的僵硬，会更僵硬一点的，会比较没有这么灵活。对，会没有这么灵活。目前一开始看起来，这2位选手的表现都感觉是没有到很紧绷啊，就是要看，我觉得可能后续就是看谁的体能状况会比较好。看会不会去影响到整个场上的表现。我们今天在这个 A 场地所转播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选手来讲，其实都表现得蛮好的哦。在特奥的部分，应该也有所谓的分级的能力。是啊，当然他特奥的羽球的部分都是鼓励所有的选手，就是符合条件的选手来参加。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体育署我们现在的政府在推的全民运动，就是不管任何的，应该说任何族群的选手，都希望他们能来参与，而达到一个全民运动的效果。第3局的比赛，现在6比4，宜兰县的陈世恩2分领先。
那我们在刚刚稍早第2局的时候有提到，在陈诗恩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双打的银牌了。那当然具有夺牌实力的选手，今年同样的也是想要尝试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获胜哦，继续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带一面奖牌回家哦。是。7-6。那今年的比赛当中是来到南投来进行哦。当然，我们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也跟杨家豪杨教练有稍微来聊到一下哦。其实因为不像上一届在台中的比赛当中是有比较多的物力人力的方面来支援赛事哦。刚刚其实杨教练还提到，待会是不是还要赶场哦？因为以南投县来说，这一次在羽球项目部分，因为场馆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必须要分为3个场地去做举办。像在台中市111升上去在台中市的时候，它是分为2个场地，就是特奥羽球是在草马，那一般就是天障、金障的话，还有轮椅是在台中高工。那因为我们今年南投县的场地并没有可以同时容纳天障、智障跟轮椅项目的球场，所以我们现在智障、天障是在竹山高中，那轮椅的话是在延平国小。那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的赛事可以很完善，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到其他的赛事去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当然，我们非常感谢延平国小的整个工作团队由周校长领军整个工作团队。那当然，竹山高中也很感谢许校长、许宏明校长他领导的工作团队。就是目前到第3天，因为身障应该说智障、天障跟轮椅都要进行4天的赛事。那目前进入到第3天，一切的赛事都很顺利。那特奥羽球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在今天可以我们顺利的当赛事圆满的结束。那当然目前的话都是很棒很好的，那也是再次感谢，就是替渔委会再次感谢一起协助的同仁，谢谢大家。我觉得也是要非常感谢在对体育会所有的工作人员哦，总干事，我相信您也是相当的尽心尽力在这场比赛哦。对。当然，在提到这个话题，我们也会希望在南投这边是可以有一个综合体育馆的园区或是一个设施，可以在未来新建哦。那在举办这种大型赛事的时候，是可以让大部分的运动是在同一个场域、同一个园区来进行哦。提到这个部分，我们也很感谢就是县府哦。那前一阵子也是有新闻，也是我们许县长他有宣布，就是我们会有3个国民运动中心要动工，那分别是在南投市、草屯镇还有埔里镇。那其实这个对办理赛事活动真的是注入了非常大的一股强心针哦。那因为以我知道来说，当然他也有规划羽球的就是羽球的场地。那这个就是非常要感谢许县长，因为在羽球赛事来说，你的硬体设备有没有符合全国性的标准？那其实，在办理赛事，它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那当然，除了硬体设备够，应该最主要是场地的面数啦。那其实办理一个全国性的赛事的场地，大概至少要8到10面。那相信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落成以后，那我们在办理赛事就可以有更多更好的硬体设备，那可以吸引更多全国各地的选手来到我们南投县。那也诚如主播刚刚说的，其实以南投县办理赛事来说，那你刚好在台湾的中心，那其实各地的选手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将来我们后续可以办理更多全国性的赛事，甚至我们也可以办理国际赛事，吸引更多的选手来到这里。是。那在这个运动中心的落成成立现在应该是还没有盖好，在筹划当中。但现在在筹划当中，是已经在筹划那也
应该地址也已经选好了，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是非常乐见，就是等落成以后，对，我们可以来办理更多优质的赛事。那除了刚刚杨教练有提到可以让选手们来到南投来比赛之外，我想这是一个附加价值主要都是让一般的民众在这个有空闲暇之余，可以利用这个运动中心来从事无论是羽球运动或是其他项目的运动把这个运动的风气整个从上到下扎根到每一位县民的身上是因为以羽球运动来说，那近几年我们的羽球这项运动在国际是真的是蓬勃发展，应该说成绩呢是发光发热的。其实从2020的东京奥运，当然后面是 delay 到了，它是变2021，那我们也拿到了第一面有史以来第一面的奥运的金牌。那其实对我们的基层的运动的推广，那无疑是真的是让我们注入了非常大一股强心针每个小朋友、每个选手都希望在这个项目、这个领域上能有更好的成绩。那当然会更积极的去练习。那相对有一些企业就会愿意去投入，愿意投入资源、投入经费，去培养在地的基层的小朋友。那所以其实，在羽球运动来说，我相信接下来会应该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在资源上面，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挹注在这个运动上面。是。好，那在这场比赛看到是有赛末点的出现台中市的廖英和在刚刚第一局是输掉，不过在第二局虽然是有追回来。在第3局部分可以看到，在宜兰县的陈世恩现在刚刚是有6个赛末点的机会。好，这一球太用力，可惜。哇，这一拍的相持，其实双方来回打了相当多拍第3个赛末点，最后陈世恩掌握下来。所以在这场男子组单打第4级的铜牌赛，最后带走胜利的是宜兰县的陈世恩。比数方面，分别是21比17、18比21、21比16，2比1的比分是打败的廖英和，在今年的男子单打的比赛当中拿到了铜牌，相当恭喜陈世恩。那这场比赛廖英和落败在今年的成绩其实也相当不错，是排名在全国第4名的成绩是因为以往的成绩似乎都没有这么好，那其实相信他在下一届的赛事也会更向上提升。好，那在这场陈世恩跟廖英和的男子单打铜牌赛结束之后，待会有继续下一场是女子单打的铜牌赛，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喽。好，谢谢。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再回到林北国中的现场待会在这体育馆的比赛当中，准备要来进行下一场的比赛，是今年特奥羽球女子单打第4级的
第4组，我一直讲错，感谢郭老师的纠正哦。第4组的比赛是由这女子单打的2位选手，台南市的卓姿君对上的是高雄市的林银荣，2位的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来对垒哦，要来争取今年的铜牌最佳的成绩。选手自检录区办理检录。那在资军的部分。在过去其实是有这个国手选拔的经历哦，在2019年的时候是有参加特奥的国手选拔，当时的时候是拿到了这个第2名的成绩哦。是。关于这次比赛的分组，因为其实也跟观众朋友稍微致歉一下，因为在稍早一直有点搞错了，这个不是几级哦，是第几组？对，应该是说第几组。那他们的能力分组，我们才会是说他的级别，第1组，对，那他是第几个级别的？是，对。那当然，这个第几组的分别，我们刚刚在赛前呢，也跟观众朋友们有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其实都是靠过这第1天的。应该讲资格赛吗？测试赛应该是所谓的分组赛。对，分组赛。那我们会做初步的能力评估。是。那一样就是选手们也是进行正式的一场比赛。那我们从比赛过程当中去评估选手的能力。对。所以，当然这个分组的依据来讲，就是要从这个分组赛当中，把每一位的选手分到这个实力相近的选手当中，要来进行比赛。对，没有错。秀荣加油！秀荣加油！秀荣！好，场上现在双方正在做赛前的暖身啊。画面上看到，在上方穿着这个米色的球衣是来自高雄市的林银荣，在画面下方穿着黄色球衣的选手是来自台南市的卓姿君。是。那在我们特奥羽球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在国手选拔的部分，我们会从所有的组别，里面去打出第1名，那所有组别的第1名再以抽签的方式，对，然后选出国手。是。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哇，所以其实这个门槛还蛮高的。对，没错。对，每组的选手第1名之外还要这碰运气，看能不能对，没错，就是最后代表国家出赛。那这边提到国际赛在去年应该是去年这个世界特殊奥运的运动会当中是在德国是没错举办的。对，那也是去年的事情它也是4年1届的赛事所以在下一届的部分会来到2027年会来到澳洲博斯来进行比赛。对。那当然，台湾也是因应国际接轨所以既然有国际赛，当然在国内的赛事来讲，也是要办得有声有色，才可以从这中间当中是选取实力比较好的选手来到世界跟其他的国家来做比较。没有，就像如同我说的，我们会在所有的级别、所有的组别里面，他打到冠军。是。那假设像我们今年全身这样的部分，女子单打总共分了9组，那这9组的第1名出来做抽签，所以不见得代表国家出去的都是能力最好的，对，没有错。是。但我想，对于选手们拿到第1名就已经是他自己本身的肯定对，在这个领域当中，那个时段来讲是全台湾表现最好的选手。是，没错。这场资军跟银荣的比赛，现在是打到了10比4。
高雄市的林银龙现在取得6分的领先哦。好，来到11-4哦，要进入到第一局的休息时间。对，我们可以从刚刚上半局的部分看到哈，其实银龙的步伐相较比之军来得好。是。对。可以看到在高雄市的林银龙。不管是选手还是教练哦，都有队服穿着一模一样的这个衣服来到场上来比赛了。我可以看到教练其实在场边也是特别需要花耐心跟爱心哦，来对场上的选手们来做指导，尤其在短短的1-2分钟的时间，要把很多的讯息来分享给场上的选手。对，没错。通常我们上场去指导这些孩子，通常我们就是多给他一些鼓励，对，让他在场上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要去在意比赛的输赢，对。这球资军有点可惜哦，感觉是一个可以回击的机会球，但是最后没有办法掌握住。13-5，银龙还是把这个领先的优势越拉越开了。这个攻击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是的。好球！这球刚好是压到了底线了，形成一个得分的好球。哇，这球资军打到了这个拍框哦，没有办法回击回去。17-5。对，比分渐渐的拉开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银龙的部分都是以发高远球的方式制造让自己有攻击的机会，然后再一拍重狠狠的杀下去。是。这种快慢的变化，对于如果对手没有办法能掌握住的话，是相当难回击的。对，没错。而且银龙很多种回击的方式哦，真的让资军有点没有办法来反应。对，来到我们的赛末点了哈。局末点。局末点了，是，可惜了。20-6。第一局比赛其实可以看到至少3种哦，银龙的回击方式，这还蛮多元变化的。是。好，所以这样比赛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很快21-6是由高雄市的林银龙拿到第一局的胜利。面对到第一局哦，银龙这么强势的攻击，那我们在场边来观赛的郭教练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资军在下一局来做反应跟调整？可能在接发球，教练可能要稍微给资军多一点的一个战术指导。假设说今天银龙的发球，其实他的高远球发的是蛮深远的。那我们在回击球的时候，第一球就尽可能不要以回长球的方式，因为一回过去，那就被银龙给攻击。所以其实在发接发的调度上面，资军这边可能就是要多做一些往前的切球、放小球等等，不要营造让银龙有太多的攻击机会，就可能可以在比赛上面能够多得几分，甚至转换一个不同的战术，让银龙也措手不及，没有办法攻击的情形下，
打乱他的节奏。是在第一局的比赛可以看到，银龙其实面对资军长球回击过来就会改变一个这个扣杀的方式，把球重重的回击回去。是，我想这也是在第二局资军在面对到银龙的攻击上来讲，需要多做一点变化至少是打乱银龙这个很顺的得分节奏。是没错，减少让银龙攻击的机会，对。利用其他切球或者是放小球的方式去改变，打乱银龙的节奏。大会报告。在经过休息回来，要继续由银龙来发第二局的第一球。刚刚经过3局大战，最后由新北市龙先起。资军这一球放掉，可惜球是在界内落地。界内是。继续加油。那我们可以看到银龙还是以延续刚刚第一局的一个战术，将球发得很深远，然后给自己制造攻击的机会。这球反拍的回击，但球很可惜是在界外落地。这种远近的调动，对于资军的回击上来讲，真的还蛮困难的，因为可以看到几球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出拍来做回击。是。刚刚这个球，资军就做得蛮好的，改变了一个发接发的一个部分。是。5-1。这球回击没有过网。大会广播，我们进行11点05分赛程。第一场地由这球发的不够深远，是。王义腾对战彰化县林新城。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资军的教练就可以稍作提醒，让他在接发的部分能够站稍微前面一点，对，然后把球发得深远一点。其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其实教练也就是坐在场边而已所以不管在得分或失分中间，其实都还有一点小小的空档的时间，可以用口语的方式来跟选手们。是没错，我们在使球的时候，其实教练都可以做适时的提醒，对。那当然，在比赛的进行当中，裁判老师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环了。例如像刚刚罚球的时候，这个站错位置的情况下，裁判老师这边也会来贴心的提醒，对，应该要换边发球。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对规则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其实在这些执法人员其实都是相当辛苦的，对。除了要去计算分数、看比赛的过程，还要适时的不断的提醒孩子的站位，没错，对分数站位的左边、右边。当然也是要再次感谢场上所有的，不管是裁判也好，或是教练也好，来为这项运动来做付出跟努力。是。10-5，在第二局的比赛，高雄市的林银荣现在还是取得一个领先的位置。这球放掉，在界内，落在界内，对。所以现在在第二局的比赛又来到了11分双方要来进入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是。那其实，在这个休息的时间，除了让小孩子让我们的选手喝水、调呼吸以外，就借由现在这段短短的1分钟，赶快给选手一些短暂的战术指导，去争取多一点的时间，让教练去让选手知道说，我应该要接下来要如何用不同的球技术或者不同的打法去应战。那还有一点相当重要是补充一下水分。是的，是的。现在也渐渐进入夏天的这个气候形态所以其实还蛮炎热的。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水分的流失也是相当的快，所以一有时间休息，这个水分要多来补充一下。虽然是在室内的比赛，但是补充水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没错，对。好球，可惜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芝君，一上来就先来个2个强力的攻击，但没有办法做完整的连贯。40分，女子单打 F07，刚刚经过2局大战，最后由不过可以看到，在暂停回来之后，芝君的回击球有了不同的变化，对，是往前来移动自己的脚步，来接这个可能会比较短的球来做回击。是。哇，这球可惜了，是落到界外了。但我们可以看到，芝君的接发球已经有了不同的改变，对。那其实，针对这2个选手，芝君跟银龙，其实都在这一次整个全身让特奥羽球里面，2位的实力算是非常好的，能力也是算是非常好的2位选手。西场地由南投县李俊成、简瑞婷对战台东县黄慧欣。反手的回拍又回拍落空。主审由吴元芳裁判担任，18比6。现审由林慧丽、卓宏化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在第2局的比赛，现在银龙还是取得一个双位数的领先了。俊成、瑞婷 ，Go Go Go！ 慧心胜利，加油！那现在来到在这场比赛的赛末点，是。好球！最后这一球干脆是一个反拍杀球的方式，拿到关键的1分了。所以在这场比赛，这场女子单打的铜牌赛当中，来自高雄市的林银荣，2局的比分都是21比6，2比0是打败台南市的卓芝君，在今年的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拿到最后的铜牌。那这场比赛我们也在赛后也请郭义军老师来简单的谈一下2位选手的表现哦。其实，在整个两局的赛事下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银荣的整体战术都是以发球做深远的调度，然后再做第2拍的连贯攻击。那在2位选手的能力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芝君的整个连贯以及步伐，相较银龙就没有那么的顺。对，所以整场打下来就有的大幅度的分数落差。对，那其实2位选手都是非常的优秀。对对，那在整场比赛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多拍部分其实是还蛮多拍的，对，有一定的来回，但是在战术运用上面，相较之下，银龙的攻击比芝君来得多，来得好，对，是。所以再次恭喜银荣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带走1面铜牌。好，那我们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有继续下一场的铜牌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谢谢。
好，继续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哦，在这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当中，我们在这个阶段来看到宜兰县的沈玉清阮俊凯要对上的是来自高雄市的2位选手王炳祥跟武志成。在赛前呢，也是要双方来经过这个丢硬币来决定球权跟这个发球的位置。那我们在这2场比赛的转播，一样是由我主播赵仁元以及邀请到的是在近年来身障率能力评估员杨楚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加入转播的行列。老师午安。主播午安，各位现场的球友们，大家午安。那我们在稍早其实也提到，在裁判长郭义军老师有聊到，其实每位选手在这个能力评估上面来讲，在赛事的第一天都会针对每位选手来做这个能力评估。当然，我们邀请专业的老师再来为观众朋友们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选手的能力分级以及一些评估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的，我们能力评估的部分呢，大概我们会分成几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呢，就是在看一下我们的运动员的发球跟接发球的一个基本的能力。是。然后再来呢，我们第2个指标会去看一下他的上手击球，因为我们在羽球的部分，上手有分长球、杀球、切球等等的技术。那在第3个指标，我们会针对下手的部分，那下手就会有所谓的小球、挑球。好，这些技术里面，然后再来呢，因为羽球需要在场上做一些比较敏捷的一个反应。我们刚才前面几场看到都是单打，所以呢，选手在场上的脚步的移动、速度、反应很重要。所以我们第4个指标呢，就会是看他们的一个脚步的一个灵敏度。是。好，那最后一个指标呢，我们是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做隐藏能力的一个评估。对，那这个隐藏能力的评估呢，就是因为第一天我们是没有赛事的一个比赛。是。对，那我们特奥的精神就是希望我们同组的运动员他的实力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如果他今天在我们第一天的能力分组赛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他应有的能力，那在我们后面2天的决赛的部分，可能场上的那个精彩度或者是在分组上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平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个有没有隐藏实力的这一块，因为一直以来我做功课的过程当中，是我还蛮疑惑的一个点是这个部分要如何来评估他们有没有隐藏实力呢？以您专业的角度。我们隐藏实力，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去做一个评判这样子在第一个我们会去参考他过往的一个成绩，是对，然后再来第2个呢，因为其实会打羽球的一个运动员来讲的话，他的有些动作是比较不容易藏出来，比方说他会有脚步，那他就会很明显的弓箭步会出现。是对，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就如果你不会打，就是比较不会移动的跟会移动的，你看他的那个第一个反应其实就很明显会看得出来。好，那我们也在双方开球之前，再一次介绍一下双方的选手。那穿着米色的球衣，画面的下方2位高雄市的选手王炳祥跟武志成。那在这个另外一边宜兰县的选手身着这白色球衣的是沈玉清跟阮俊凯。所以其实对于打到比赛的后半段来讲因为由于有这个分组的关系所以其实我对战的队伍跟选手其实实力都是相当接近的对，没错，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一组男双，他们的编号是在 N04这一组。那这一组呢是我们本届赛会就是能力最好的一组了。是。对，然后这场比赛是我们的铜牌之争3、4名那在昨天的比赛呢，我们高雄的王炳祥跟武志成呢，他在4强的时候呢是16比21跟12比21，不敌台南的选手。所以他就是掉来就是打3、4名。那宜兰县的部分呢，昨天的比赛也是6比21跟14比21，也是不敌台南的选手。是。所以我们晚一点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播报2组台南的好手的冠军的一个之争。所以刚刚有提到，在今年进入到奖牌赛的所有的选手，其实都是相当具有运动能力，而且表现也相当优秀，所以才可以在今天的奖牌赛当中来出赛那除了在这个 A 场地之外，其实可以看到在营北国中，同时有4个场地在进行赛事是。
那今天是赛会的最后一天，这个特奥羽球项目的最后一天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如果您现在看到直播，对于这个运动有兴趣的话，都非常欢迎来到现场来观赛哦。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就是4位选手的那个多拍的能力是都非常好，是包含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个反拍的能力，他们反手。一般来讲，在羽球反手是一个比较困难学习的一项技术，但是我们看到场上的选手们反手的那个回击的能力都蛮不错的。哇，不过在这一球的回击，哇，高雄市的2位选手默契上的配合，感觉前排的选手没有处理起来，后排的选手有点吓到哦。是。我们看到这2组的选手，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站位呢都是属于前后站位，是，所以后排的选手可能他们在上手的能力相对比较高一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后场在对拉或者是互相调动，两边的能力都非常的好。这球有点发力太大，所以形成界外，7比4。这球在界内，好球，由宜兰县的得分。哇，这球在前排的选手碰到了球拍之后，但是球是往球网下面来做飞行。不过在 A 场地的计分板呢，现在好像有点状况哦。对。当然，在这个计分板的状况稍早是也有出现了，不过裁判这边都会让场上的选手知道，现在场上的比分是几比几哦，一切都要以场上的主裁判的宣判为主哦。是的，没错。10比6。这球被救回来了。哇，而且是打对角哦，让高雄市2位选手都没有办法来往右侧来进行移动回击。宜兰县的玉清跟俊凯，从原本落后5分的情况，现在是有稍稍的把比分给追回来。不过在第1局的比赛当中，来到11比9，要来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局稍早的比赛当中，2队的选手对于在后排的选手是感觉回击力道比较强的选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球是都由后排的选手来做这个对拍哦。对，没有错。我们看到高雄市的部分主要大概是由王炳祥去站在一个后场的部分去做攻击是。那宜兰县的部分就是由阮俊凯的部分，对他们很明显就会是站前后，无论他今天打了什么样的球出去，好像现在发球的是那个吴志成选手哈。他发完之后，他就很积极的往前去站，是对。你看炳祥就留在后排做攻击。11比10。不过这一球发球出界啊。对。场上可能有一些顺逆风的状况就是有点是往下方的方向吹，所以各位看到下方的场地好像比较容易出界。是。这个扑球很棒哦，抢到最高点做攻击。继续保持的4分的安全分数领先，反拍的回击出界，宜兰县追上来了。
俊凯这球把它推到反手去哦，让那个秉祥比较不好出手，追到12-14。好，这一球感觉是有点打到了拍框哦。玉琴的发球，可惜了，好像有点过短。在发球的时候，其实可以稍微停顿一下再发，因为刚刚在发这颗球的时候，感觉有点着急了。对，有点没有准备好这样。不过在这场比赛，两边的选手来讲，真的实力算蛮接近的，所以也反映在分数上面，还蛮焦灼的哦。是，因为两组的那种特点都很明显，对，都是以前后进攻的站位。是。哎呀，这球回击是打到队友的身上哦。希望他没有怎么样。志成在往前的攻击做得蛮好的，是。好，我刚刚已经有2颗都抢着高点，第一时间去做一个攻击扑球。哇，还是一样，这个发球的部分有点太着急了，挂网。我想待会在换局的时候，宜兰县的教练可能要针对2位选手的发球要稍微再叮咛一下哦。是的。这球可惜了哦，半场的攻击挂网。那来到了最后1分，第一局20-16。想要吊短，有机会了。哎呀，可惜了。哇，这球有点算是非收破性的失误哦。那所以这球挂网之后，在第一局的比赛，高雄市的双打组合秉祥跟志成是以21-16，在第一局是拿到了胜利。那刚刚也提到宜兰县2位选手玉清跟俊凯在发球的部分，刚刚算了一下，应该至少有4球是这个发球太急促，最后是跨网或是出界的情况下产生了。教练可能要稍微提醒他一下，做个深呼吸，把那个步调稍微缓一下再发球。教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角色哦，而且换局这短短的1-2分钟的时间都要用这个最好理解的方式，让场上的选手们可以来消化理解哦。对，没错。主要大概还是先稳定一下选手的一个情绪啊，对，让他不要过于的兴奋或太紧张。是。对。好，在第2局的比赛，看到在高雄市的选手，这边应该是秉祥要来先发球。志成就是一个往前的扑球得分。大会广播，我们进行11点30分赛程 B 左右的调动，在后排的秉祥钟杰宇对战拿到了这一分，1-1。王新梅、张伟轩，主审这个后场是得分的。现审由简惠和陈福荣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想要来做反拍的回击，但是打到了网带上哦。俊凯的连续发球得分哦。现在4-1。哇，这球在反拍的回击，秉祥发生了失误。是的，俊凯在第2局的发球用反手发的一个效果还不错，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些左右调动。
反手回击的挂网，很懊恼。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选手们的情绪很容易反映在这脸上哦。对对对，肢体语言会稍微多一点，所以这时候教练就要适时的赶快去安抚一下选手的情绪。是，对。李新宇，请上选手至检录区检录。教练也在场边来跟2位选手说不要急、哦，对，来提醒一下玉琴发球要缓一缓。是。不过我们在前面几场比赛也提到，今年是第一次哦，在这个特奥羽球的项目当中有转播，我想或多或少对于场上的选手们来讲也是第一次的体验哦。当然，这种紧张的感觉也可以看到，其实有些肢体动作来讲是没有办法像平常的打球来讲能那么顺利的施展开来哦。对，控制的部分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僵硬。对，毕竟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然后现场又有这么多的摄影机在照着他们。是。不过，在这个转播也是提供场上的选手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哦。当然，在比赛结束之后，无论输赢哦，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哦，可以透过现在非常方便的手机哦，来看一下哦，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一些不管是优点或缺点，都可以透过转播的部分哦来自我检视哦。是的，没有错。这边在前排的志成找到了机会，玉琴跟俊凯要来看看这3分的领先能不能守到最后一刻哦。这球放掉，球出界。那来到第2局的休息时间呢，11-7。那双方在打到11分的时候，场上会有一个短暂停呢。虽然现在宜兰县的玉清跟俊凯取得领先，但是可以看到他们这脸上的表情真的还蛮紧张的哦。我们从第2局的前半段的过程我们发现的确场上会有一点顺风的现象，是对，就变成换高雄市在做一些后场的回击，比较容易出界，所以在画面的上半部的这个场区可能在做力道的控制上，可能要稍微再做一下留意。是。但其实，在双方的条件都一样的因为都会有换边发球，所以是场上选手们要特别去留意跟改变的一个方向哦。对，他们的控制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这球裁判是判硬哦。这球有点高了。连续的2球都打这个位置。高雄市秉祥跟志成追了上来，现在只剩下1分的落后。俊凯的攻击得分了。好球！这就连续的2拍都是打同个地方是让这个后排的俊凯们是想要移到画面的右边来做回击，但是又打到左边去了。是。
俊凯的回击稍微有点高了哈，刚好是志成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封网。可能在宜兰县这边在控制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再把球送在两侧一点，可能效果会比较好。那宜兰县的2位的选手在第2局的发球，感觉就有稍微改变一下发球的节奏，比较少出现发球失误的情况。是的。这个球有点送得太中间喽。不过在宜兰县的前排的选手玉清，刚刚这个球很可惜没有办法来帮这后排的俊凯来做一些压力的分担呢，所以导致这个来回的抽送让俊凯最后是发生了失误。高雄已经把分数做个反超了，来到15比14。志成又是在前排的攻击得分。后来居上了，俊凯可能要稍微的那个调整一下调动的位置。这球很可惜哦，没有过。哦，这个攻击得分哦，好球！直接是往志成的方向来做攻击，但这球太靠近身体了，所以没有办法来做回拍。俊凯这个反手的发球真的蛮有威胁性的，速度很快。连续的2球要打这个点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分数追平了。发力太大了。对，志成这个球可惜了哦。太急着攻击，再加上有一点顺风的影响。不过宜兰县在前排的玉清，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比较少可以来做出拍回击的机会。对，球大部分都是放给后场的俊凯来做处理。是。19比18，宜兰县现在1分领先。那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要继续的往第3局迈进的话，这一局必须要拿下来哦。对，玉清发球哈。宜兰县现在有2个局点的机会，还是有点着急啊。没关系，守1颗。哦，哇！这一球2位选手的沟通上面来讲，好像出了一点状况哦。对。所以在第2局，最后是由这宜兰县的玉清跟俊凯拿到第2局的胜利，21比19。所以在前面2局双方各人拿到1局的胜利，待会要来进行第3局的决胜局。好，这场男子双打的铜牌赛要进行到决胜局第3局。在前面的2局，
各拿到1局的胜利了，所以在第3局的比赛，谁赢谁就可以把铜牌带回家了。对，没错。还是发球的失误。哦，玉清这个球好球哦，同样也是抢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做一个攻击。哇，这球放掉，但是球是落在界内。回击球出界，4比1。不过现在在这个发球的情况，宜兰县又是变到一个发球逆风的位置哦，顺风的位置，发球顺风的位置。所以现在换到这画面上方的场地，要再改变一下这个发球的节奏哦。对，策略可能要稍微再留意一下，可能发力要稍微再放轻一点。我刚刚这个状况是，俊凯虽然做了挥拍的动作，但是球是在界外，好，所以由宜兰县去得分。哦，真的，那个风向有点明显，这个凹的有点远啊。不过不清楚场上的选手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哦。如果教练在场下有观察到的话，待会在这个短暂停的时候，可以来告知场上的选手们这个状况哦。因为其实我们第一天的在能力分组的时候，其实选手们每一组每一个人都在上场已经打过一次，是对，然后我们那一次的分组也是打所谓的标准制，就是3战2胜，对，所以选手应该在第一天的时候场地适应的状况应该是算还可以。因为在这体育馆里面，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空调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其实对于场上的位置的风向的差异上来讲，是有些许的不一样，但是不至于到影响整个比赛节奏的进行了。是。于晴这一球可惜了哈，在脚边的球。这球挂网，8比10。决胜局还是很焦灼哦，双方的分数都在3分差左右。哇，这边来一个反拍对角。不过刚刚这球，是宜兰县拿分了。这一球也是在界内，所以宜兰县追平了，来到了10比10。现在在往前互相的吊小球。然后这个调动可惜了哦，稍微的角度大了一点。边线的出界，那由高雄市拿到了11分，所以现在第3局的比赛来到11比10哦，要再度的进入到短暂停，同时双方要来做这个场地的更换哦，因为在第3局这公平起见哦，双方都必须要有换边发球的这个动作。那其实，在第3局的比赛也可以看到，一开始领先的是宜兰县的玉清跟俊凯，但是
反倒是在后面又被秉祥跟志成追上来了。是。在后排的回击挂网。回拍落空，哇，这个下手的回击没有过网，力道稍微的轻了一点。高雄是连续得分哦，把比数稍微有一点点的拉开了，来到了4分差。哇，这球救得精彩哦！对，这个反拍不错哦，重心压得很低哦，在球快落地之前要把这球救回来了。哦，秉祥刚刚这球是打得相当有水准。这球稍微可惜了一点，杀在了球网上。还是发的比较短哦，17比12。啊，这球在后排的吊短也是相当的精彩。宜兰县现在要来稳住哦，先不失分。哦，这球可能有点长哦，但是他挥拍了，而且还碰到了球。没有过网。第3局的双方比分越拉越开了哦。不过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在宜兰县的2位选手，没有办法在比赛的后半段来做守城哦。从原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是双方还将近平手的状况，现在反倒是让高雄市一路打，在第3局的比赛21比13了。所以在今年的铜牌赛双打铜牌赛当中，是由高雄市的王秉祥跟武志成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们在这场比赛赛后也请杨老师也稍微简单对场上的4位选手来做一个讲评。我们从这2组的选手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2组的一个战术模式都很接近哦，都是由1位选手主要在后排去做一个攻击哈。那宜兰县的部分稍微可惜了一点哦，就是在俊凯的在控制当中可能比较偏向于中间，所以就让了高雄市的武志成比较多一个往前攻击的机会。所以稍显的可惜。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宜兰市的部分，玉清的发球也是一个关键哦。可能在回去在练习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的再把节奏再调整一下。那希望他们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好，再次恭喜秉祥跟志成在今年的男子双打拿到了铜牌。那我们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有继续下一场是女子双打的比赛，请您持续锁定。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
好，我们继续回到营北国中体育馆的现场哦，在目前这个阶段是要来进行特奥羽球女子双打的赛事。那这场比赛是由彰化县对上台南市的比赛，彰化县的2位选手分别是林怡杰跟施银琪，要对上的是台南市的2位选手，翁宣锦跟陈怡轩。竞赛组广播，我是高雄市陈品珍。那这2位选手也都是在先前的比赛当中4强赛当中落败，所以在今年的比赛最后一场的比赛，要再看看能不能铜牌赛当中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哦。是的，昨天台南市的部分啊，怡轩跟我们的宣景哦，昨天是在4强的时候是台南内战哦，是遇到了同县市的选手，那以11比21跟22比24，哈，很可惜的就是不敌自己的同胞啊。那在彰化县的部分呢，怡杰跟银琪很可惜哦，2局都是16比21输给台东县的曾莹跟雨晴哦，是，对，所以他们目前就现在来进行了铜牌之争。现审由李秋怡、陈满裁判担任。那画面上看到的是台南市的选手，在这场比赛是穿着红色的球衣，还是双方在赛前要来做一个暖身练习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的这一组呢，也是这次大会分组里面是最好的一组，是，跟刚才的男双是一样哦。那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台南市的翁宣锦选手在上一届的111年台中全障运的比赛当中，也是有参加特奥羽球的项目，在上一届的比赛，这双打的部分是拿到金牌哦。不过在这个搭档的队友方面呢，是由黄玉茹来搭档哦。今年是换了一位选手哦。是。检录组报告：高雄市陈品珍，请到检录组检录。好，现在比赛要准备来开始。台南市拿到了第1分。因为在特奥羽球的选手其实是没有别这个名牌，所以赛前都是要再一次的确认一下。那我们这边也来介绍一下，在画面目前在发球的选手是这个台南市的翁宣这个是彰化县啊，对对对。那彰化县这位有戴口罩的选手是施银琪，然后另外一位选手是林怡杰。待会在赛中这有得分的情况的话，再为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3比2，彰化县的怡杰跟银琪现在1分领先。我们看到，这2组的站位跟刚才的男双很类似哦，是，都是属于站前后的一个比较进攻式的一个站位哦。那代表我们站在后排的选手的控制能力相对的会比较高一点。哇，这球很聪明，放掉哦。4比4。这攻击很有水准哦，他的掌握度跟发力都做得很好。
下手的回击，这球挂网。不过前面几场的比赛看到选手们在这个下手回击的方式，可能还没有这么熟练哦，所以很常看到没有办法把这个球回击过网的情况产生哦。是的，然后因为像羽球的训练过程当中哦，大概我们都会先以上手的训练为主。对，那因为我们特奥羽球的选手们可能在掌握度方面可能就会比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或许他们在下手的训练跟练习的时间就稍微少了一点。是，所以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可能在下手的回击掌握度就没有那么高。一节的发球。这一球是直接发球得分哦，是压到了线上。不过在这场比赛也是一样，其实4位选手的实力是蛮接近的，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现在很焦灼，双方的分差大部分都是在1分以内啊，而且都互有领先。是。主审由简贵和裁判担任，现审由陈福荣、洪国鼎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9比9。李幸运加油，傅子婷加油加油加油！这个吊球也不错哦，吊到那个空档的部分哦，有彰化县的2位选手没有人可以做回击。哇，这球发球没进。很强势的上拍回击。对。所以现在在第一局的比赛来到11分了，要来进行一个短暂停。双方的比分真的是在1分以内，而且是互有领先的吼。对，我们刚刚看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那个彰化县的怡姐哦，深深的那个呼吸了一下，可能有点紧张，是，对，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那个心情哦。那可以看到彰化县在这场比赛是由2位教练来做指导，所以其实对只有1位教练要对2位选手会比较没有办法，会分身乏术。彰化县在教练的这部分来讲是有比较充裕的师资哦。对对对，那这样可以同时的向2名选手去进行个别的指导。你们中场休息哦，我们是60秒，但是40秒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到场上准备，所以实际上教练指导的时间大概就只有40秒钟的时间而已。只有1位教练的话，可能只能讲20秒，对1位选手讲20秒，另外一个20秒要让给另外1位选手。但是有2个教练的话，就能完整的运用这40秒的休息时间哦。对，没错，而且我们先前也有提到，就是我们选手可能需要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去听懂一些指令，所以相对于他也需要再更多一点时间。13比11。哇，在前排的银旗想要来做回击，但是没有完整的打到球。这球一节放掉，但是球最后是在界内落地。台南市又把分数给追回来的。这一球力道过大了，挑球的时候的底线出界了。连续的2球，不能说连续的2球，是最近的2球，在前排的银旗，我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把球打回去。
这个球又发力过大哦。因为在前一场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方的位置哦是比较顺风的情况哦，所以刚刚这一球，可能想我平常都是打这个力道会进了，但这球就飘出去了。哇，这一球在轩景跟怡轩沟通上面有点落差哦，所以球在两位选手当中落下。那彰化县的怡杰跟银旗现在取得2分的领先，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守成到最后。这一球有控制一下哦，压在了线上哦，追到了16比17。现在双方17比17的平手。原本3分领先的优势，现在又还了回去。刚刚好像是裁判老师这个分数加错边哦，分数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太对。调整了之后，现在台南市反倒2分的领先。这个球又是底线的出界哦，那这样子彰化县就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救了一个局点回来，再救一个，来到了19比20。哇，台南市真的是韧性十足哦。虽然是有2、3分的落后，都能把这个分数给追回来。现在是20比20，哇，进入到今天在电视转播场地的第一次 deuce。那关于 deuce 的规则，在刚刚稍早的比赛也有提到，我们这边因为碰到情况，我们再提一次哦。在比赛是21分制哦，如果在20分的时候战成平手的话，会进行 deuce， 必须要赢2球才算获胜哦。但是这 deuce 不是无限延长哦，有30分的赛制哦。当达到29比29的话，率先拿到30分的队伍将会获得胜利。在后排的怡杰没有办法回击，现在台南市哦，轩景跟怡轩现在1分领先。哇，这个球又出界了啊，再度平手。这是个机会，哇！哇，前排的轩景，哇，这一球有点可惜哦。好，这个回球挂网，第一局由彰化县的林怡杰跟施英奇24比22拿下了第一局。对，在进入到deuce可以看到。刚刚台南市队的前排的轩景很可惜错失了2球，这个可以攻击的球，所以反倒是在deuce把这局的比分给让出去了。我们看到他前排有几次都是可能着急了，那个用力过猛，导致动作比较大一点，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好，那在第一局结束，彰化县林怡杰跟施银奇24比22。在局间呢，我们也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要来进行第2局的比赛。
刚刚在台南市的教练这边也是花了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哦，来指导一下场上2位选手哦。在第2局的比赛是由彰化县的施银琪要来先发球。在第2局的开局，台南市现在是取得4分的领先哦。其实可以透过镜头上看到来参赛的选手，除了有些许的紧张之外，其实他们还蛮融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哦。对他们其实都很享受在场上打球的一个那个感觉哦，都很开心。所以其实，在整体的比赛当中，我今天来到现场，可以看到这比赛进行的氛围当中是一个还蛮欢乐的一个环境哦。包含在赛前，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在裁判老师这边都会有一个唱名的鼓励的一个仪式哦。对，我们的那个竞赛组的老师带动现场观众跟选手的一个气氛，这样。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相当的重要，而且相当的好哦，让选手们可以更投入的在比赛里面哦。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稍早就是我们选手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比照国际赛的模式哦，就是由我们的竞赛组唱名，由主审然后带着2组的选手，然后列队进场这样。是。那当然，除了在这2年1度的这个全国的赛事之外，我们当然也会希望在未来可以有更多这种身心障碍而且特奥的运动项目，可以在台湾的各地来做比赛进行哦。那当然，这比赛的进行，除了选手们的球技展现之外，我想对于家属以及这选手之间的联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跟管道哦。对，没错，我们会看到，其实2年1次的这种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现场都来了很多的家人哦，都会陪伴着他一起。对，那只是2年1次，好像有一点少。对，然后选手们可能有点期待，但是有点紧张，因为毕竟是2年1次，好不容易来，但是也因为比赛的场次机会比较少，所以在场上也是多少会有一些紧张感这样。那其实我们很常在讲哦，这个比赛应该说实力如果要精进的话，我们很常会以赛养战的方式来提升实力哦。但不过在场上的这个比赛特奥羽球的比赛当中，不是像我们一般正常的运动员会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比赛可以让他们来做练习的机会，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乐见看到未来有更多的这个赛事哦，在台湾各地来举行哦。我们稍早有请这个杨家豪总干事来为我们提到，其实未来南投县的展望，也希望可以来承接更多这种类型跟量级的赛事。是的，对。台南市在刚刚第1局很可惜，最后又输掉，在第2局现在取得一个9分的领先，11-2。在后排的轩景，刚刚这一球的回球的力道上来讲，落点跟力道都是控制的相当好。
台南这边前后左右的调动哦很频繁哦，所以在第2局的时候呢，大比分的一个领先。我刚刚看到裁判老师在提醒一下宜轩的发球啊。哇，前排的吊短，但最后在回击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住球的动向，出了界外。直接打2位选手的中间哦，这也是在羽球的攻击上来讲最长，在双打的比赛当中看到一个攻击的位置哦。对，蛮长的，因为大部分我们的站位可能偏向防守的时候，会比较习惯是左右的站位，就是我们俗称的平行站位。是。那至于中间就是一个重叠的区域，比较沟通比较不好，就容易是都放掉，不然就是2个人有可能敲到框都去抢这个球。明奇的发球，不过在后排的怡杰这球没有办法回击回去，17-4。台南市只要顺顺的打，在这场比赛会继续的来往第3局来前进哦。今天在我们 A 场地转播的比赛，蛮多第3局的哦。对，看来又是一个3局大战啊。可见我们到了决赛哦，双方的实力都很接近。是。这球可惜了哦，怡杰发球挂网啊。好，最后这球放掉，但是球是在界内落地。台南是20-5来到局点。最后是银旗在前排的回击挂网，所以在第2局的比赛，台南市这边扳回一城。在第2局的比分是有16分的分差哦。来看看在彰化县怡杰跟银旗，在第2局落败之后，来看看第3局哦，会不会在战术上面来做一点改变哦？由台南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2局台南的部分哦，稍微的战术上有做一些调整，再加上轩景的控球稳定度提高了不少的一些前排的切球啊，加上左右两边的攻击杀球都很有效的进行得分哦。最关键的第3局，要来看看场上的4位选手要如何来发挥哦。不过在第2局台南市的轩景跟怡轩能获得胜利，我想对于他们可能在第1局有看到一些小状况，有及时的做修正哦，所以在取分方面很明显的反映在分数上哦。对。你看我们的运动员那个脸上都挂满着笑容哦，很享受在比赛场上。这球发球是没有发到对角，所以发球。但是他好像碰到了那个宜轩的身体哦，所以变成台南市的犯规。对，由彰化县的拿到了1分。反倒是让彰化这边连下4分哦。跟刚才的第2局台南市的开局有点像哦。哇，这边台南市2位的选手默契沟通上面来讲也是出了点状况。对，宜轩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球不够远，以为会飞到他的身后，让那个轩景来做攻击。
这个发球太短了，没有压到线上。这球回击相当有质量哦。对，轩景的攻击还是很有力道的。换一颗新的球，我刚刚这球可能打得太大力了哦。对，球毛可能打断了。直接往边线来做攻击，这球不打有可能会掉到线上，所以勉强的把这个球碰到球拍是形成了界外。一接这个接发球没有跳到，回空了。那在今年特奥羽球是总共有168位的选手来参赛哦。那在今年的女子选手来讲，是比上一届的选手，据报道来讲是有多了1倍哦。在女双的部分，今年就有12组的选手报名参加。是。对，那我们将这12组呢，再分成3个小组。对，就是01组、02组跟03。那么目前看到的 F01组呢，就是女子双打。能力比较高的一组，是对，然后03刚好是能力稍微的比较不好的一组，那我们先前那个我们裁判长郭伟军郭老师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字不代表是01就是最高的，对，只是刚好这个女双的这个排法01刚好是能力比较好，是，对。下手的接球又发生了失误，双方又来到了8比8。哇，在这场比赛其实进行到第3局哦，很难去预测哪一边会获胜哦。对，跟第1局的状况有点像哦，双方的分数都还蛮近的。轩景的攻击还是很有破坏力哦。怡姐有点没有跟上这个攻击的速度，回击出界了。裁判老师这边也是不厌其烦的来提醒场上的选手发球的位置哦。好，在第3局的比赛是由台南市的轩景跟怡轩率先拿到11分，所以场边又有一个短暂停。那除了短暂停之外，双方也是要来更换这个场地哦。刚刚有提到，就是裁判老师会在场上呢去稍微提醒一下选手的一个站位哦。那这个其实也跟选手在平常练习或者是比赛的那个时间跟经验还是有一点关系哦。毕竟比赛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对于在羽球场上要一直不断的观察分数来决定他的站位的发球或接发球，势必就熟悉度稍微就会比较低了一点。是，所以我们会一直在场上看到裁判老师会一直去提醒一下选手的站位。暂停回来，现在是由怡轩要来先发球。补到了。怡轩在前排是挥一个空拍了，但是后排的轩景是有救回来哦。对，而且这个球还刚好过网了。这个球很可惜哦，差一点点没有压到线。这球推到底线是好球哦，台南市再拿下1分，是3比9。前排的怡轩回击挂网。这个球发后场，很可惜哦，差一点点没有压到线。
台南市其实在攻击方面可以多多的交给在后排的轩景，因为他的回击是有一个非常强力的这个回拍哦。那多多利用这个优势，其实可以在得分上面哦来多拿一点分数。同样的状况，彰化县也可以去做一些防止台南市攻击的一个机会哦，可能球会稍微打平一点哦，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这样。这球还是压在这个界内哦。轩景的控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稳定一点。又是轩景的攻击得分哦，分数有一点被拉开了。刚刚轩景这球打过去哦，是有点力道有点强的，往对手的身上招呼过去哦，马上的举手来质疑一下。是，我们羽球在场上的这个礼仪，对，就是不小心的碰到了那个对手，我们会稍微的质疑一下。现在在台南市。轩景跟宜轩现在是来到了赛末点了。这个球很巧妙了，打到了腰带的部分，得分了。所以在这场比赛，最后是21-11。刚刚裁判老师一直没有把分数按上去哦。所以第一局的比赛彰化县的宜杰跟银旗虽然是站到第50哦，赢得了第一局，不过在第二局跟第三局是由轩景跟宜轩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所以台南市的这2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铜牌哦。侯秋美获得铜牌，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那我们在这场比赛赛后也请蒋明来谈谈一下这4位选手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其实这4位选手的表现都相当的不错哈。那在轩景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第2局跟第3局很明显的看到他的控球的能力，以及他的攻击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哦，几乎2、3局都是在看他的一个表现，是才可以有效的把分差做了一个拉大这样。那在彰化县的部分呢，宜杰跟银旗虽然也是占攻击的站位，但是稍显的攻击的力道有点不足，那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防止那个轩景攻击的速度有点跟不太上，是对，导致于他们后面的分差就有点被拉开了，很可惜。好，非常恭喜轩景跟宜轩在今年的女子双打的铜牌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铜牌第3名哦。那在这场比赛转播结束之后，待会要继续下一场比赛是女子单打的赛事，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喽。
到营北国中的比赛现场，我们在营北国中体育馆要来进行的比赛是今年113年全国身障运动会的特奥羽球项目。那在目前场上的阶段呢，是要来进行女子单打的赛事，是要由彰化县的周纯瑜对上的是桃园市的陈雨荣。宜兰县徐柔婷运动员获得亚军。那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工作是由我主播赵人员以及营北国中羽球专任教练苏崇比苏教练跟我们一起来看球。教练午安。好，各位选手、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我们在稍早也提到，其实营北国中这边是提供了非常优质的体育馆能让场上的选手们来进行精彩的赛事我们也请苏教练来稍微谈谈，因为您本身也是在营北这边任职蛮久的来谈谈营北国中在对于经营羽球队以及推广羽球发展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目标跟重点？好，谢谢。其实我们营北国中这一间学校其实是蛮新的，大概十几年，是初年的学校而已。当初因为是没有体育班，然后是我们羽球队先进来进驻这边去做经营，所以我们羽球队成立到现在目前是第8年。是，对，体育班也是第8年这样。对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选手，就是蔡承翰，他就是从我们这边毕业之后，然后就读竹山高中，然后现在也是合作金库的选手这样。所以我相信，我们其实过来营北国中来播报比赛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校无论从这个教职员或是校长，非常大力的支持羽球的这项运动我其实可以让教练您来谈谈，校长有没有在课余的时候跟不管是选手们来讲，或是来跟教练一起来从事羽球的活动呢？其实我们校长对体育这方面其实也是蛮有研究的，就是其实校长来到我们学校之后的一些就是建设或是球队的经费，或者是一些有困难，对，在体育设备方面有困难，我们会跟校长去提，然后校长也会不遗余力的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这次办身障运，就是也是主要是校长领导学校的行政同仁然后还有一些老师的协助，才可以让我们这一次的身障运可以就是在场地或者是服务方面可以做得比较到位一点。而且其实今天来看到学校的一些基础的设施上面来讲，都非常能符合来举办一个正规赛事的一个水准跟等级对，所以这一次我们透过身障运，我们有整修的，比如场地的整修，我们就是全部场地 PU 场地有把它翻新过，然后还有窗帘，原本没有窗帘的地方，我们都有把它加装上去，就是减少就是光害，对。因为其实，对于羽球的选手来讲光真的是一个还蛮影响选手一个运动发展的，应该说在比赛进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包含就现在可以看到墙壁也是，就是我们也是原本是全部都白色的，然后现在是把它有稍微用有点水蓝色的颜色这样。好，场上看到的2位选手。纯瑜跟羽荣，其实这2个选手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其实是2023年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是。然后那个纯瑜，其实他也是融合女双的金牌，然后羽荣他是个人单打的银牌。然后最巧的是，他们2个又搭配。打下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又打了双打的银牌，是，对。结果我现在在这个身障运，他们结果当成对手。但我想他们之前有当过对手，应该势必的会非常理解这双方的特性跟习性。对，就对彼此的球路应该会蛮了解，所以这一场应该会蛮精彩。大会广播，我们请女子单打。双方的比分现在其实也拉得蛮近的宜兰县徐柔婷，苗栗县张香荣，嘉义市萧艺文，
及以上获奖选手至1楼入口处准备进行颁奖，谢谢。画面上方是彰化县的周纯玉，在画面下方是桃园市的陈雨荣。报告，请南投县李新宇选手赶快。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双方都特别了解对方，所以其实，在目前为止还蛮少看到双方这个来回多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在1、2球就有这个分数出现了。对，而且场上进行的节奏也相当快。是。赵老师来为我们颁奖。回击的挂网，9比9的平手。好，比正。好，那桃园市的陈雨荣在上一届的比赛，这边也查到资料，也是在女子单打的部分有出赛。在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同学。所以今年对于他来讲无论在这场比赛的输赢，已经是突破了在上一届的成绩。那当然，如果在这场比赛获胜的话，可以带1面奖牌回家哦。对。罗玉婷同学。其实双方选手打起来感觉相当的轻松，应该是太了解彼此了，所以感觉没有什么压力的成分存在。那在第1局的比赛11比9，现在是来到一个中场暂停了。这比分是来到11分，双方会有一个1分钟的暂停时间。那这次可以看到彰化县应该就是由场上的这2位教练来进行指导。前面拿就好了。好了，那个要拍照可以赶快拍照。暂停回来，现在比赛要继续来进行。这一球是终于看到比较多来回拍了。对，用力过猛，结果导致球挂网。请嘉义市肖义文选手赶快到颁奖处接受颁奖。好，我们现在要颁发的是特奥13比10。F09组，好。哇，这边掉短，可惜了，差一点。是。好，来，比正。好，敬礼。好，我们恭喜第4名嘉义市肖义文。这球感觉有点是想要打，但是最后一刻选择把球放掉。我们恭喜第3名，用力过猛，张香荣选手。这也是在今天前面几场比赛看到，在画面上方的这个位置如果因为是顺风的关系，如果发力太大的话，球是很常会出底线的。纯玉目前看起来对于自己的这个正手拍还蛮有把握的攻击也比较多，比羽龙还要多一点。是。这应该是因为纯玉的话，他本身应该是双打手，然后羽龙的话应该是单打手，所以双打手的进攻本身应该就会比单打的还要来得多。第1名台北市叶应彤选手。那单打就是都以视角的调动为主。16比14。好，我们恭喜以上4位选手。那现在请4位选手往中间靠拢，我们一起
接受会场。请把你的奖牌放到前面来，不要挡到。这一球可惜了，空档都出来了，结果掉到出界。好，恭喜！哇，吊小球吊得相当的漂亮哦。漂亮，这一颗掉得到边角角。竞赛组广播，我们进行下午1点钟赛程简录。澎湖县吴德伟，台南市19比16，台东县3分的差距。台东县李建荣，南投县聂维良，嘉义市想要来打对角，但这球没有打进挂网。台南市陈荣凯，请以上选手是检录区检录。雨龙在第一局的比赛出现了3个局点，哇，这球放掉球出界，第一个局点就稳稳的拿下，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桃园市的陈雨龙21比17，暂时在第一局是拿到胜利啊。其实，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可以看到，真的是太熟悉对方了，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阶段，这个来回的次数来讲是没有很多，分数很快就进来了。但在比赛的后半段、下半场的比赛，可以看到雨龙就展现的比较多的这个变化，所以让这个分数是取得领先，最后获得胜利。而且纯旅第一局也站在顺风位，就是后场的出界也相对来的比较多。那当然，待会换到纯玉是要来到这个画面的下方，换成雨龙是要到画面的上方来进行发球。那待会要来看看他能不能在这个面对顺风的发球上面来讲来做一点因应哦。对，看会不会控制上会不会做得比较好一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由雨龙来先发球。哇，这一颗已经放得相当高质量了，结果我还被回放了一颗更高质量的球。想要打边线，但这球出了界外。大会广播，我们请第一场地后方的人员，请监控我们即将进行下午的比赛。在这一局的比赛前面的4球，可以看到双方都有点想要来调短哦，来争取看看得分的机会。哇，这个差太多了，这个发球太大意了。5比2。哇，他想说应该已经得分了，结果还被对方捞过去了。大会报告，我们进行连续的2拍反手攻击。第一场地由台东县田俊杰对战台东县李建荣。
主审由邱静欣裁判担任，现审由张静慧、王顺仪裁判担任。第一场地由新竹县巫淑环对战台南市。雨龙应该忘记自己在顺风位了，都用力过猛。李秋怡担任主审，现审由陈满及洪秋兰裁判担任现审。让我们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加油！9比3。雨龙这一局明显自己失误，本身自己的非破性失误也增加了相当多。6分的落后，来看一下雨龙能不能在第2局的比赛后半段来做追赶哦。4比11。场上又有一个短暂停要来出现，那我想在这一局4比11，在雨龙这个7分的落后，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刚刚有提到，就是在画面上方的发球会有一个顺风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待会如果有回放的话来看一下，就是发球的时候有蛮多球都是这个发离边线的这个失误球哦。没错。检录区广播，嘉义市张国志，请携带球具至检录区检录。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这个来再跟一下苏教练来聊一下这英北国中的这个羽球的发展哦，在学校来讲，有没有什么目标跟展望？对于在学校的这个羽球经营上面，我们学校其实是非6都的学校，就是南投县林北国中，不是在6都内，所以相对在资源上面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一些补助等等，都会相对比6都来的少。是。但是我们也是透过底下几个教练，就是认真的训练，然后学生也是很认真的在训练，然后在训练完之后也是很认真的在加强自己的课业之下，我们其实也是在3年前也是有获得过全国国中杯团体赛前8名，是，对，然后也曾经获得过全中运的女双第4名和男单的第5名，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能闯进全国国中杯前4名这样，然后全中运看能不能获得前3名，以拼奖牌为主这样。是，对。其实一直以来，刚刚在教练也提到，这种城乡的资源的投注跟发展上面来讲，并不是这么的均匀哦。但除了在政府的这个补助之外，当然我们也会非常希望企业这个有心的企业、热心的企业，也可以来提供人力物力的资源跟赞助哦。没错。那学校的部分有跟社区来做一个结合吗？在这个运动馆，其实我看都还维护的还蛮不错的在这个课余的时候、假日的时候会开放给附近的这个里民们来使用啊。我们其实这个场馆主要是以我们本身学校自己的学生球队使用为主。是。然后是去年开始，我们星期1和星期4是有跟一个人民社团有跟他们合作，就是有租给他们，然后他们当然会也是有一些回馈到学校这样，对。因为其实要租学校场馆要租给校外人士或是社会团体的话，其实管理方面的话会相当的麻烦。是。那当然，在刚刚稍早，郭裁判长郭裁判长有聊到，南投县在最近几年应该也是要来准备，盖一些新的场馆运动中心哦。那不过南投其实还蛮大的对。这盖3个运动中心，其实对于一些距离比较远的想要运动的县民里民来讲，都会
可能因为这个距离的关系哦，来降低他们从事运动的意愿哦。那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其实也希望盼望，既有的学校或是一些里民中心哦，可以开放给一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里民哦来使用哦，来增加这个使用率哦，这场馆的使用率哦。因为运动风气只要一提升的话，相对的各方面都会跟着提升。但刚刚在苏教练也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其实竹姐给这外面的一些民众来讲，程序上面跟这管理方面来讲会比较多程序啊。对对对。不过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未来哦，不管是在南投县哦，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哦，都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或是机构可以来为想要运动的选手们呢，来多添更多体育的场馆。西场地由嘉义市张国志对战南投县。好，那这场纯玉跟雨龙的比赛，前面的2局打完，双方各拿1局。不过在第2局看到桃园市的陈雨龙分差是被拉得比较大，9比21。现在要来进入到第3局的比赛。国志加油加油！微良 ，Go Go Go！ 今天在电视转播的场地哦，这选手们都很想要表现哦，都是把这个比赛带到第3局，打好打满哦。我觉得这多少应该跟顺逆风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就如果没有到顺风位，如果没有及时做战术的调整的话，很容易就到顺风位就会把这一局给丢掉了。是。那我想，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讲，也不是每一位选手都可以实时的观察到，马上就能理解场上目前的状况。没错。因为风向对于羽球运动来讲哦，说明显是明显，不明显也不明显。不明显的部分是你没办法用身体的感知感到这个球确实有在吹，这个让改变球的移动轨迹哦。但是事实上，一点的风就会改变这个球最后的落点。对，就会差很多了。同样力道在打顺风和逆风的落点就会差很多。所以在羽球的项目也不像在外面哦，可以拔草测风向哦。所以也都要仰赖在场边的教练或是这个比较敏感的选手，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才能了解到这个左边跟右边、上面跟下面的这个场地的差异哦。对，所以教练在后面就是要时常提醒场上的选手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然后要每发一颗球完之后，要在发下一拍之前就要先提醒他。是。4比4。不过看到在这一局的节奏有别于前面的2局，双方感觉开始谨慎起来了。对，并不像前面的2局很快的就有分数过来。这一局就比较来回。哇，这球漂亮啊！雨龙刚刚这一球是抓到一个非常好杀球的时机，拿到了这1分。6比5。打得比较深哦，所以也迫使得雨龙必须要用反手的方式来做回击，但是挥拍落空。雨龙好像都比较特别注意对方在吊他前场，因为我看了好几颗了，对方如果吊他后场的时候，他明显都没办法反应。是。还是一样，在后排的部分哦，在后场是没有办法赶上的哦。那不过看到对手如果一直在往后场来打的话，那这边苏教练
如果您是教练的话，您在场上的教练会怎么样给羽龙来做一点意见上的回馈呢？我觉得羽龙他本身现在的站位站得太前面了，而且他都先预判对方要做切球，所以对方只要往后击球的话，他几乎都来不及被压迫到。所以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先提醒他特别注意后场的球，先不要太专注于前面。因为其实，在接这个前场的球，如果对手真的要打短球的话，也不是100%都可以拿到分数，对方也有可能会发生失误，所以我觉得教练应该也会觉得，就是在羽龙的这防守的这个情况，顾后场可能会效益比较高一点。对，因为从第一局到这一局看起来都是后场被打死的比较多，和自己的失误这样。现在换到桃园市陈宇龙要来到画面上方的场地来做发球，这也是他在第2局这个发球状况比较多的这个位置哦。来看看现在轮到他在第3局的下半场哦，要来上半部发球。在短暂休息回来是要由纯玉来发球。还是一样发力太大哦，配合着风势，这球是吹出了底线了。在主广播，我们进行下午1点25分选手检录。台中市羽龙在那边就是后场都用力过猛，他前场就会太小力，就导致挂网。彰化县徐淑欣、苏佑珍。哇，这球打得精彩啊！左右的调动。彰化县张瑶锦、台东县周怡婷、嘉义县吴怡莲、台东县罗子玲。7比14。选手至检录区检录。又有一颗出界。还是一样，在第2局的问题再度的浮现哦。哇，这球没有进哦。有进，对，更正一下。有，这球有进。是刚好打到了这个线上哦。那相较于在羽龙是在画面上方来做发球，纯玉现在在画面的下方变得就是一个微逆风的情况，所以它的力道上来讲就可以用比较大的发力哦，去增加这个球的质量哦，不用考虑这个出界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哦。对，它在控制方面的话，就相对会可以比较照正常的方式去控制。而且双方看起来明显就是失误，羽龙的失误真的明显特别多。是。19比10，底线裁判是判出界，所以现在纯玉是来到了赛末点哦。哇，最后这球还是发球失误。所以在这场比赛最后的比分
纯玉是以2-1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比分分别是17-21、21-9跟21-11。在今年的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是最后拿到了铜牌哦，非常恭喜来自彰化县的周纯玉。好，那在这场比赛的转播结束之后，待会我们休息一下，要继续为观众朋友带来下一场男子单打的比赛，也请您持续锁定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喽。吴德伟加油，吕伯君加油。好，我们继续回到营北国中体育馆的现场。我们在今天营北国中所进行的比赛是113年全国身心障国民运动会在特奥羽球项目的比赛。那目前在下午1点15分的阶段，准备要来进行的比赛是男子单打的赛事。这场比赛也是一场金牌赛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午的阶段了，终于是要来进行金牌赛。对战的对手是澎湖县的吴德伟，对上的是台南市的吕伯君。那在今天营北国中所进行的所有的赛事都是奖牌赛哦。在稍早上午的阶段是进行铜牌赛的赛事。那从这场比赛开始哦，就是要来决定今年的金牌跟银牌会奖落谁家的。那画面上看到的身着黑色球衣的选手是来自澎湖县的吴德伟。那在另外一侧的场地是来自台南市的吕伯君。现在目前在进行赛前的暖身待会要来进行这场比赛。好，结束了暖身之后，在这场比赛金牌赛要马上的来展开。下由台南市的吕伯君来发球。
这一场看起来就会比较刺激一点。渐渐进入到金牌赛，其实在选手的程度上面，越来这个竞技程度越来越高喽。而且可以看到双方在回拍的质量上来讲都非常的强劲哦。德伟的攻击和他的平抽力道也都相当的有水准。这杀的相当有质量。在场边其实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双方选手的对抽，其实这个声音很大，很震撼哦。在第一局的比赛，德伟现在是取得一个6分的领先，发球力道太大。可惜了，这一颗已经调动开了，结果最后产生失误。还是被底线的裁判判定界外。想要来吊短球，但是挂网了。德伟的攻击得分效果蛮高的。哇，这球想要来加压来做一个扣杀，但是直接把球打到了地上了。用力过猛了，才产生这种状况。不过看到在博君的跑位上来讲会有意识到这球如果回击回去的时候，德伟可能会掉小球，所以其实在后场击完球之后是会马上的回到前场来做防守。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澎湖县的吴德伟是11-5暂时领先台南市的吕博君。两边的教练都是利用这个阶段来再做一下简单的提醒跟叮咛呢。这球没有算到球的落点，没有打到球，应该是灯光让他判断失误了。虽然现在吴德伟是取得一个分数上的领先哦，但是脸上的表情还蛮严肃的哦。连续失误啊！他想要调一个更高的质量，结果不小心失误了。13-8。漂亮的攻击。
还是在界外落地。德伟只要做进攻就会得分，所以双方很明显进攻的能力就有落差。而且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画面，感觉德伟都在主导这场比赛的节奏，包含在对手的接球站位上来讲，常常德伟这边也提醒博君要站哪里哦。对对对。很明显，德伟应该比赛经验相当丰富。是。哇，这球一远一近的调动也是收到了效果。20-10，吴德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出现了局点。哇，在最后一刻选择把球放掉，判断正确的。不过在第二个局点，吴德伟这边就掌握下来了。在第一局的比赛21-11，是暂时领先吕博君。不过可以看到，在吴德伟第一局的攻势上来讲哦，这不管是发球或是回击球的力道，真的都还蛮强的哦。那在吕博君经过短暂的休息，也要来看看在第二局要如何来因应这吴德伟的攻势哦，看能不能扳回一城。那面对这种力量型的选手来讲，这选手如果是对手的话，要如何来回应，才会能比较从这强势的攻击手当中来取到分数呢？如果遇到力量型的，他相对他进攻的能力一定会比较好，所以正常我们都会先透过前场，因为前场它是属于比较高技术性的位置，所以你一定要透过前场去控制对方，减少让他攻击的机会，这样才有办法去限制住他，你才有办法慢慢的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可是这场比赛看起来，德伟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比博君还要好一点。是。场地由台东县周怡婷对战彰化县张瑶吉，主审由吴元芳裁判担任，协审由林慧丽、卓红化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怡婷加油，瑶锦加油！好，在第二局的比赛，现在也要马上来展开是由澎湖县的吴德伟来先发球。发球出界。德伟发一个半场球，结果博君没有把握住得分的机会。哇，这球在边线裁判是判出界。大会广播1.25分，女子单打第一场地，由嘉义县吴怡莲对战台东县罗子玲，主审由陈满裁判担任，协审由洪秋兰、肖涵云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这球打得相当的漂亮哦。
刚好德伟是来到网前哦，直接做一个杀球，拿到分数。有时候这种杀球其实力道不用太大，位置对了，只要轻轻的一放哦，同样也是有得分的效果。对，但单打主要一个人在跑动，所以其实他的落点和他的角度是比较重要。德伟这一局明显自己非错破性失误也增加蛮多了。要求太高了。他其实杀球，如果攻击攻进的话，在做下一颗的连接，其实效果都蛮好的。是。男子单打 M08， 最后由台南市陈荣凯获得冠军，新竹县巫淑环获得亚军。我们恭喜以上获奖选手。这球放掉，球出界。漂亮的吊短哦！从原本落后的第二局，吴德伟的比分现在是来到7比7的平手。放掉，结果是球在界内。哇，这球很可惜哦，也是一个机会，但是反手想要吊短，没有办法回击回去。对，要求太高了，想要放得更贴网。吴德伟在今天这场比赛，这种跳杀的功力，而且打出了蛮多好球的。Toyota AAF 0021的车主，您的车子停在对面民众的门口前，请尽速去移车。Toyota11比10，在第二局是由台南市的吕国军率先的拿到11分，所以现在要来出现一个短暂停。这一局在澎湖县吴德伟的分数上面来讲，落后的因素也是有蛮大一个部分是发生了蛮多的失误。没错，所以其实教练在这1分钟的短短的休息时间，应该要好好提醒他，要稍微谨慎一点，不要太大意。是。暂停回来，继续要由吕伯君来发球。哇，这球收到效果，想要来做一个吊短。哇，暂停之前呢，德伟原本是1分的落后，现在反倒是4分的领先哦。暂停结束后，德伟明显就比较谨慎一点了。这就是这个运动能力的差别哦。德伟刚刚这个球，哇，下意识的用反手的方式打到空档了。对，已经被压迫到了，还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巧妙的位置。
德伟其实很明显，就是如果领先几分过后，就会开始放松个几分，再让对方追上。这球力道太强了，强到是直接打到网袋，还弹到对面呢。大会报告：男子单打 M06， 由台东县田俊杰获得冠军，19-12，建荣获得亚军。我们恭喜以上获奖选手。德伟这边出现了赛末点哦。最后这一球精准的放掉球出了界外，所以在今天这场男子单打的金牌赛啊，吴德伟最后是10落2，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比分分别是21-11、21-12。吴德伟在今年的男单项目当中带走了金牌。那落败的吕伯君虽然在这场比赛输掉，不过今年最后也是有一个银牌，相当不错的成绩哦。那这场比赛赛后，我们也请苏教练来简单谈一下2位选手的表现哦。其实很明显，德伟的不管各方面的能力都明显优于伯君，只是德伟在像我陈如刚刚讲过，他领先个几分过后就会放松了。对，包括去看双方的基本动作啊，一些击球的能力啊，跑动，其实德伟明显都好，伯君好，好的比较多，所以这也是导致胜负的关键。好，那我们在收看这双方的 highlight 之后，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下一场比赛要继续为观众朋友带来女子双打的金牌赛，也请您持续锁定。竞赛组广播，我们进行1点50分选手检录。基隆市于新城、郑秋生，桃园市赵俊恩、邓宏华，屏东县吴国成、李成博，嘉义市黄佑凯、刘子明，嘉义市林炳生、林佑璇，云林县周佑富、王冠伟，新北市沈俊安。2位的选手，陈可杰跟曾美金对上的是台中市的2位选手林仁兴跟陈怡珍。这场比赛对于南投县来讲，可能稍微压力会大一点哦，因为在台中市的2名的选手，在上一届的这个身障运当中，都是有拿到这银牌的选手哦。那当然，在地主的2位的选手可杰跟美金，
这边待会刚刚原本这个苏教练准备要离开到其他地方来忙咯，但是又被郭裁判长这边叫回来这边地主的球队当然是要由这个苏教练来好好的来这个赞加一下其实地主队就是放松心情，而且对方台中市也是前一次比赛有得名的，所以就是放松心情去冲击对方，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出来。那画面上看到的这2名的选手是来自台中市的选手，在这场比赛呢是身着白色的球衣。那南投县的 B 队呢2位的选手，在画面上看到是身着水蓝色的球衣。待会在裁判唱名之后，再分别为观众朋友们来介绍4位的选手。好，这场比赛要来展开了，在这场女子双打的金牌赛，南投县陈可杰跟曾美金是率先拿到了第1分。这默契产生的问题，不知道谁要打这一颗球。其实在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打得相当的焦灼，而且可能是比赛才刚开始双方还在试探对手的击球习性这一球可惜了，用力太大。其实这一颗进的话，就有机会得分了。边线裁判是判出界，双方来到5比5的平手。不过在这场比赛可以看到，双方的4位选手在来回的对峙上来讲，并不会太多拍多半都是在第3拍、第4拍的时候就会有分数出现了。对，没错。
所以到现在比分一直互相焦灼上。请基隆市于新城、郑秋生携带球具至检录区。发球挂网失误。所以这比分迟迟的没有办法拉开哦，双方都是保持在这1分的差距。虽然说来回过程没有很多拍，也没有很刺激，但是分数上特别刺激。10比10。在第1局的比赛当中是进行到了一半哦，在南投县地主球队陈可杰跟曾美金是率先拿到11分，场上要出现一个短暂停。这双方1分来1分去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待会在这场比赛要进入到后半段哦，可能进入到丢失的阶段，要来考验看看的这双方选手的稳定性哦，来减少失误的产生，就有机会把这一局拿下哦。看有没有机会达到30分，照这个局势看下去，应该机会蛮高的。我在前面的几天的比赛当中，教练这边有看到出现30分的比赛吗？没有，到目前还没有。所以这已经最后一天又是金牌战了，看有没有机会出现。是。在赛制方面也再一次的为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比分方面是采取21分的赛制哦。那在超过20分，如果双方还是平手的话，会来进行 deuce， 就是要赢2球。那不过这个比赛是打30分制哦，如果当出现29比29的话，这抢下30分的队伍就会拿到那一局。同时啊，慢慢有把比分再稍微拉开了。从暂停回来之前是南投县1分领先，那在刚刚台中市这边是打出一波4比0的5比0的攻势哦。又回到平手的状况。这场比赛第1局哦，非常有可能真的是会在比赛的后半段来看哪一队能稳定住哦。16比16平手。那南投县在稍早男子单打的比赛当中是已经先拿到了拿到1面铜牌了。那当然在今年在身障运的比赛当中来到南投县来举办了。当然对于南投的选手来讲，能多拿一点这奖牌，当然都要尽量把这个金牌留在南投。18比16。
这球发球质量比较高，所以直接得分。一度在比赛的后半段，第一局的后半段拿到3分领先的台中市队，现在南投县的选手也是在后面紧紧的追赶哦。虽然在南投县的回击，2位选手的拍子是撞在一起，但是还是顺利的把球打回去台中市2位选手的中间，拿到分数。又回到19比19平手。人心跟怡珍，原本3分的领先，现在这优势又还了回去哦。台中市在第一局出现局点，哇，这一球用这下手的方式，刚好是让台中市队这边有一个杀球的机会，所以在第一局的局点就马上的掌握下来。林仁欣跟陈怡珍是以21比19在第一局拿到了胜利。在南投县的部分，我觉得他第2局要先赶快调整他的发球，因为他发的太高又太短。他如果要发高的话，就要发到后面一点。在第2个部分就是他在接发的时候，就是接的对方发的质量虽然比较高，但是他接的回来的球的质量都没有出来，都没有到位，所以导致对方都可以直接杀球得分。他这2个部分如果做到位的话，应该就是获胜的几率会比较高。是，包含刚刚看到在第一局的最后一球，这美金的回球是用下手的方式来做一个质量比较低的回球，那让台中市队这边是有一个非常轻松而且这个角度舒适的位置来做杀球。对，没错。在第2局的比赛，台中市队要来先发球。大会报告：女子单打 F02，冠军由台东县罗子玲获胜，亚军由嘉义县吴怡莲获得。我们恭喜上获奖选手，恭喜！这球直接回击打到了对手的身上哦。哇，刚好是打到南投县2位选手的中间，这也是选手默契上面配合的没有很到位。这一颗又发得太高太短了，还好对方产生失误。发球失误。大会广播：下午1点50的赛程，第1场地由桃园市赵俊恩、邓宏华对战基隆市于新城、郑鸠生，主审由萧涵云裁判担任，现审由洪秋兰、李秋怡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6比3，现在还是握有3分领先的台中市队，继续在第2局来拉开比分。在后排的选手把这个球给放掉。
判定球出界外。大会广播女子单打 F01，由彰化县张瑶锦获得在冠军。目前为止看到南投县队2位的选手在处理这个球比较靠近身体的球，就比较没办法把这个球回击回去。没错，也可以很清楚看得到可杰和美金他们比较着重在上手球的部分。是，如果比较像对方打比较下手的部分的话，他们很明显就比较没办法回击回去。在第2局的比赛，很快的台中市是先拿到11分，在第2局也是来取得一个蛮大比分差的一个时刻。广播下午1点50分，西场地由屏东县吴伯成、李成博。那刚刚有提到台中市队的2位选手，在陈怡贞，上一届的全障运当中是在女子单打的部分拿到银牌。那在林仁欣去年是打双打的比赛，在双打的比赛是跟去年的搭档陈柔安拿到了银牌。所以在今年的双打搭档的组合，仁欣今年是搭配怡贞来出赛。那去年仁欣是跟金牌擦身而过，今年目前看起来是蛮有机会把这个金牌给收入口袋当中。竞赛组最后广播：基隆市于新城、郑秋生，仅进数字第1场地。台中市的2名的选手仁欣跟怡贞，其实就有别于刚刚我们在稍早看到的几场比赛，2位的选手都是具有攻击能力的选手，就比较没有再分这个后排攻击或是前排防守的一个策略。没错，他跑位比较正常的双打的跑位。那么这一局明显他们球袋调动也比较开，也比较稳定，所以分数就相对就会拉开了。17-5。哇，这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蛮久的，不过最后球在界外区落地。出现赛末点20-7。第一个赛末点，仁欣跟怡贞这边就掌握下来了，所以在这场比赛，台中市 A 队2位选手林仁欣跟陈怡贞直落2打败南投县 B 队的可杰跟美金。在今年的女子双打的比赛当中，台中市 A 队是拿到金牌。地主球队南投县很可惜在这场金牌赛当中落败，不过也是为南投县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多添的了1面银牌的成绩，相当恭喜在场上的4位的选手。女子双打 F06，最后冠军由好，那在这场女子双打的赛事结束之后，我们要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下一场的比赛是要有男子双打的赛事，也请您持续锁定。获奖选手。
东县许瑞琪，新北市胡秀芬，台南市高敏君、陈月慈，台东县林真莹、戴雨晴，请以上选手至检录区办理检录。好，继续回到营北国中体育馆的现场。我们在今天5月27号为观众朋友带来的是今年113年全国身心障国民运动会的现场哦。在目前下午的2点的阶段，要观众朋友带来特奥羽球男子双打的赛事。那这场金牌赛的对战组合是由桃园市的康志炫跟周佑颖对上的是新北市的沈俊安跟金家威。那画面上看到的身着紫色的球衣就是新北市的2位的选手。在左边的选手是金家威，右边的选手是沈俊安。那在画面上看到的另外一侧是桃园市 B 队2位的选手康志炫跟周佑颖。那在画面的左边呢是志炫呢，在右边目前穿着外套的这位是佑颖呢，待会应该会把外套脱掉。在赛前呢，双方也是要来进行一下这个简单的暖身哦。那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再度的邀请郭义军裁判长跟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是，大家好。裁判长其实也是蛮忙的，我刚刚在离开消失的那几场比赛，其实都是在处理赛务哦。是没错，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的赛事了，那也很多的赛程都已经结束了，那也准备要颁奖。是，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在转播场地的部分呢，预计会为观众朋友再带来4场金牌赛哦。除了在这场男子双打的金牌赛之外，待会还有女子双打跟另外的2组男子单双打的比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金牌赛的转播。好，在这场比赛是由新北市来先发球，但第一球这边是发球失误。家威对家威发球的失误哈。很快的新北市应该是桃园市拿到2分哦。是。这可能在电子计分上面有点比较慢的状况。好，这球打出了出界哈。不过现在看到计分板是只给2分而已，不知道待会分数会不会再加回去？是。可惜了，是可惜了。
感觉4位选手都有点紧张的氛围。是。好，目前比分是3-2，我们还是暂时以场上的这积分板的比分为观众朋友们来呈现哦。待会如果有成绩上的异动，再为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其实打到了金牌赛，真的选手们的不管是实力上面来讲，或是在自己的球技，都是还蛮优秀的。是没错，甚至对体能上面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4位选手的发球都还蛮不错的，动作上面也都还蛮精准的。回击的挂网。连续的2球。上一球是俊安挂网，这球是嘉威挂网。刚刚的这个状况，就是选择了发了一个后场的长球哈，那给自己制造攻击的机会。新北市现在慢慢的是把分数给追紧回来哦。是没错。8-5。那回球回到对手的手上哦，来不及打下一颗。我们能看到右营的眼神蛮有杀气的。哦，这也是一种对于比赛的执着跟专注哦。对。好，一个猛力的扣杀哈。感觉桃园市的2位选手，右引的整个技术层面，有比高于智炫的球技哈。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很多球其实右引会去帮他 cover， 把智炫的一些原本属于智炫的球都给打了。是。对，那相较之下，在新北市俊安跟嘉威的部分，感觉上轮转上面比较凌乱一点。对。但在场边的教练哦，也可以透过在这个局间跟赛间哦的一些暂停的时间哦，来再观察一下，来告知选手场上的状况。因为其实有时候选手太专注在场上的情况，有一些对手的习性或是对手的攻击的球路，并不是能那么有效的掌握。这时候教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对。就及时的提醒孩子们的一些状况，其实可以引导他们更专注于比赛上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都会执着于在用力杀球等等，但很多时候在双方的实力相当的时候，应该要注入更多的战术运用。那当然，在羽球的比赛当中哦，这个技巧跟力量的展现上来讲，真是相辅相成哦。其实有力量，但如果这攻击的策略没有拟定好，太鲁莽的话，其实得分的效果，有时候还会打折扣。对，一个多拍的来回哈，感觉上嘉威很紧张，冲到网前去救了刚刚那个球。不过在新北市哦，俊安跟嘉威2位选手的站位就是采取一个前后排的这个攻击这个形态。对，是攻击的一个站位。那桃园市队在因应这一种这个攻击形态的攻击，很常看到球就直接打中线哦。
你前排只要没有办法回击的话，球基本上到后排来讲就没有办法来打回去了。对对。有一个好的战术出来了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轮转慢慢有呈现出来了。太可惜了这一球。15-8，桃园市志炫跟右营现在7分的领先。这边想要来吊小球，没有过网哦。其实右营的战术很清楚哈，他就是尽量制造往前的球，让新北市的选手俊安跟嘉威把球挑高起来之后，做强力的攻击以及扣杀。那在新北市这边，嘉威过于着急，造成自己很多手上不必要的失误。两个会去抢球，对。还是发中间的位置，但这一球没有发到对方的场地内。18-11。这一球就选择了发球的发远端的部分，看是不是能造成给自己一个攻击的机会。有慢慢在追分哦，新北市俊安跟嘉威，感觉又稍微冷静下来一点。哎，很好的一个小球哈，那造成了右引的失误。其实很多时候在双打上面难就难在彼此双方的一个默契，甚至场上的一个轮转、做球这一些，这就是双打比较难的地方，跟单打自己一个人在场上的跑动是差很多的，对。那这边有个问题想要来跟宇君老师来稍微探讨一下，其实，在双打的组合，这场上的选手们，他们在参加双打赛事，其实对战的组合都是固定的吗？因为我看其实前面的比赛当中，在去年有夺牌的选手，双打的选手当中，其实在搭档的部分，今年也是做了一些改变。是，应该是这么说。其实，特奥羽球的部分，包括在全身仗的一个选手的年龄，其实都大概落在国中或高中的孩子。是。那相对的，在高中毕业之后，其实我们的选手都是选择就业。是。所以他并不会一直在参与很多年。对，他可能在就学时期由学校的老师、教练可以指导他们去来参与这个比赛，但当他毕业了，那他的方向大部分就都是往就学的路去选择，所以我们会看得到，就是其实并不会在每2年一次的全身仗看到同样的选手，是，反而都会常常在不同的时间里面看到很多的新面孔，是，很少说会有所谓的连霸金牌的，对，或者这个组合，甚至有时候可能原先他可能在2年前的111全身仗他参加的是单打。那来到这一届113的时候，它变成是搭配双打的组合，可能在体力上或者练习时间上面没有那么足够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去做其他的一个调动，所以不太会有固定的一个成员或组合出来这样子。这样会让他们的默契上的配合上来讲，会花比较多时间来适应这一块吗？没错，是。
所以我刚刚就有提到，其实双打难的就是在默契，以及场上的一个轮转。那当我们的孩子不断的在改变他的搭档或者改变他的一个打法的时候，其实在双打组合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都在各打各的，是，有点像半场单打一样，对。所以很常我们在前面几场比赛看到，这如果是站前后的站位的话，大部分都是由比较会打的那位选手来做回击。是，所以我刚刚也有提到哈，我们看到桃园的组合，志炫跟佑颖，大部分的球都会由志炫去做给佑颖攻击。对。那其实4位孩子的攻击力是都有的，但以稳定性来说，还是以桃园市的佑颖在4个选手里面算是比较稳定性高的，对。所以而且他的观念也非常好，他的整个对双打的基本观念非常好。所以有点像是在场上桃园市指挥官的角色哦，用这个佑颖的球技来引导志炫，来让这场比赛能这个比分可以多多的收进来哦。是没错。可惜了这一球。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当志炫往后在后排的时候，佑颖第一时间就会往前冲，这是一个双打最基本的一个轮转。对，所以佑颖在这个观念里面非常的好，那可以马上补位上来去抓下一颗的往前球。然后看到他又冲上来啊，这球就可惜了。对，所以他的概念非常好。哇，这一球直接是往选手的身上来攻击了。这个发球的质量就刚好也不够深远，那就直接落在志炫的手上。2点15分赛程，第一场地由台南市邱怡珍。家威连续的2球，刚好球都是打到他的防区，但回球并没有这么的顺利。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邱怡珍加油！好球，这个球家威就自己做得很好，在连贯拍上面他就直接冲上去自己补自己做出来的一个球。我可以看到，在桃园市志炫跟佑颖2位的选手，这攻击还蛮明确的，都有一定的攻击模式哦。那看到2位选手，新北市的2位选手，如果在这个走位有重叠的情况下，都会比较着重在2位的反手位把这个球攻击回去，变得比较不好处理。是没错。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佑颖的发球质量也很好，导致新北市的2位选手在接发球的部分，造成已经连续3球的失误了。是，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教练的角色就很重要。等一下休息的时间，应该要给出选手更多的一些接发的指令。是。回击出界所以在第2局的比赛，桃园市队刚志炫跟周佑颖率先的拿到11分，场边现在有一个短暂停出现。那这个时间就是考验我们教练的功力了。在赛前其实可以看到怡君老师有跟这新北市的2位教练呢，也有来做一点意见上的交换。在怡君老师过去应该也是跟新北市队有一些渊源吧？应该是说，因为我本身也就在新北市的学校任职。是。那君安跟家威其实是我训练出来的，所以对大概孩子的特性我就比较了解，是对。那
我觉得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回馈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孩子们喜欢运动，喜欢打球，我觉得这才不管今天出来比赛是打赢打输，但是他们都会享受在比赛上面。我觉得这就是鼓励我们继续从事这项运动的一个动力。对，这也是特奥羽球的一个比赛举办的一个宗旨哦。是这个成绩。这固然是重要，但是其次哦，我们最主要的都是让场上的选手们可以有一个开心的回忆，是，开心打球，是，甚至就是走出来，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孩子并不会接触到这样的讯息，或者学校的特教老师也并不晓得。那借由我们有接触到这样的机会，希望让孩子也能走出来，让他看看不一样的世界，体会一下不一样的东西。是。那在今年的特奥羽球的参赛的选手当中，168位也是比去年上一届的这个台中身障运特奥羽球项目当中人数又更多了一点哦。是，今年南投县主办单位这边有提高了各单位的参赛选手人数。是。那在111的时候，其实各单位的单打选手只能2位，那今年南投县的部分就提升了，可以报到3位。对，所以今年的赛事也比较紧凑，那男单的选手也多了很多。但这个规则上面的名额上面的增加，其实都是让更多的选手们可以来到这个比赛的场上，因为过去只有2名而已，那可能在那个县市有很多不止2名的选手想要来比赛，那可能就是要来协商，或是要来再比这个县内赛来决定是应该是选手对，应该是说大部分的单位他们都会进行一个县市的选拔赛，那当然不管是精英选手或者是低能力选手，都有机会让这些孩子来参与，所以在名额方面通常都是由各县市先做一个初步的选拔赛这样子。但因为这个名额的增加所以在赛程上面的安排也势必会有更多的场次对，要让场上的这不管是裁判老师或是教练都会比较辛苦，这边也要替场上的这些裁判老师跟这个赛事的执行人员说声辛苦了。真的，对，这样激战3天下来，其实选手也累了，裁判也累了。是。在第2局的比赛，目前还是由桃园市的志炫跟右颖2分的领先。已经平手了，看来刚刚新北市的教练给了不错的一个战术运用。这球回球的挂网，俊安这球感觉是一个呛死球，但是没有把握住。由云林县陈月柔对战屏东县董子维，主审由卓宏化裁判担任，县审由王巧珍、吴元芳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这球可惜了。加油，子维加油！其实，在这一局可以看到右颖的失误好像多了些，是，对。17比16，有些焦灼。哇，这个球2位选手都选择要放掉，但球在界内落地。对，就有点不知道谁要去打这个球的感觉。18比18，哇，在第2局的比赛很有可能待会会来达到第50。
这球有点可惜哦。是应该已经出界了，对，太过于着急。哦，失误了，一个呛死的失误。19平。然后反倒是让桃园市的双打组合志炫跟佑颖现在20比19出现一个赛末点。是。哇，这一球俊男很可惜，没有办法把这个球顺利的回击，所以在第一个赛末点就由桃园市的双打组合康志炫跟周佑颖拿下。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比17、21比19，2比0，是在今年的男子双打的比赛当中拿到了金牌哦。那在新北市的双打组合俊安跟嘉威在这场比赛落败，很可惜。不过今年最后的成绩也是拿到第2名，银牌也相当不错。是，其实我们可以从这场比赛里面看到4个孩子都非常认真在这场比赛上面。是。好，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再收看一下两队的选手的精彩 highlight。那我们这边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下一场比赛是由女子双打的赛事要继续带来，请您持续锁定。
好，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在营北国中体育馆的现场，在目前下午的2点半阶段，要继续为观众朋友带来特奥羽球女子双打的赛事。那在这场女子双打赛的部分是要由台南市对上台东县的比赛。那在画面上看到是2位台东县的选手林真莹跟戴雨晴。那在真莹的部分呢，是在右手边的这位选手，那在雨晴是左手边的这位。那画面上看到的另外一侧的选手，台南市 A 队的2位选手高敏君对上的跟这个陈月慈的双打组合搭档那在高敏君的部分呢，是只有绑马尾的这位选手那在另外一位陈月慈在画面的右侧。那在这场比赛的转播是由我主播赵人员，在讲评的部分是邀请到了钟淑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来，老师午安。午安，主播午安。好，现在比赛要来展开了。第一分呢，这边是由应该是台南市拿下，台南市拿下。那这边钟老师过去也是在这个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华代表队的羽球教练刚刚在钟老师上主播台的时候是有提到有很多故事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是。那其实特殊奥运在一直以来都是有这个国际赛的赛事在进行当中那老师您过去在担任教练时期是有带选手们到哪些国家来参加比赛过呢？我目前担任这个特奥羽球的项目是有在2018年，2018年有带了我们的选手到这个中东北非区，也就是阿布达比的参加他们的就是世界赛的赛前赛，就是一个测试赛。那19年的时候，我的学生顺利的入选这个国家代表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到了阿布达比去参加这个比赛。对，那我个人在去年的2023年的德国柏林，那时候我的学生选上的是田径项目。是，所以我那一年呢就不是羽球教练，我就变成了田径教练。哇，这钟老师其实是蛮多方发展的对，因为田径跟羽球都是我个人以前的专项也很喜欢的一个运动啦应该是说我高中以前其实是学校的田径代表队的职部的选手，那我大学了之后就转战羽球所以大学是彰化师大校队的选手，所以是有这样子的因缘在。过去的2届您带队出去，那在中华队的成绩可以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吗？我们19年的部分，因为羽球项目只有获得了2个名额，那时候都是2位女同学，那其中1位是我学校的学生，那另外1位是澎湖海事的学生。那时候我们就拿下了一面铜牌跟我们双打拿下了铜牌，那个人单打的部分拿下了银牌跟第4名。那再来是23年的田径的成绩部分，因为由于名额比较多，有8位选手所以我们在那一年拿下了6面金牌。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状况。其实这国际赛在2023年也是去年在德国柏林所进行的比赛，那当然这比赛还是会持续的在进行下一届的比赛会在2027年在澳洲的博斯来进行赛事对，原本是这样，但我最近到了国际特奥会去查了一下，他们最新公告的比赛地点换了我最近查到国际特奥会公告的比赛地点，2027年即将是在南半球的智利，是来举行这个4年一度的这个夏季世界特殊奥运会。从原本的也是在南半球的这个澳洲，当时候就有公告需要在南半球比赛这样子，对。从原本的大洋洲要跑到南美洲去，对。那在我们下一届2027的这个身障运世界特殊奥林匹克的这个赛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的重点的培训的选手有希望可以在下一届的比赛当中把他们送出去呢？其实特奥会的赛制在我们国内的选拔来说，相对比较符合我们国际特奥会的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力分级完之后，我们国家并不是派能力最高级组的选手出发，我们还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位运动员都有站上世界舞台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所以我们在选拔赛完了之后，我们会请所有的各个级别的金牌选手到台上去进行这个
抽签的动作。是。好，所以有可能我们抽到的是能力相对可能没有那么优秀的选手。好，那经过了培训之后，他一样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所以也有可能这样子的选手，他是不是经过我们长期培训的，那他或许也一定是平常因为为了要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教练们很费心的让他进行短暂的赛前培训。那刚好选拔赛之后，他很幸运的得到了这个努力的得到了这个金牌，那也幸运的抽到了这个代表权。那其实从抽到代表权之后呢，到我们要出国参加比赛，其实都还有大概1年左右的这个培训期哈。特奥会展开一连串的培训，那这个时候这整个的训练量就会提升许多。那很多的运动员其实要坚持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那我们也在培训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运动员因为觉得非常辛苦哦，非常的疲累，也有可能因此退出代表队，是好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你会看到在特奥会的选拔赛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就是你会发现怎么会有那么多备取选手？是啊，对，那备取选手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因为很多选手选上了，或许他可能没有这样子的集训或是长期培训的概念哈，所以有时候瞬间加入国家队之后的这个运动量大量的提升，那可能也有一种状况是。他到了国家队之后，国家队的教练并不是他原本的老师，也有这样子的陌生感，所以他可能没有建立起那样子的信任关系，而去担心，而退出代表队，各种原因都有啦。我们在看过的陆陆续续这几年国家队的状况，原因都很多种，是这样子的，所以会有这样子不一样。所以你说有重点培训的选手，我这边也。不敢跟你说有哪些，但我可以跟你说的就是，我们的全身张运历届以来，在最高能力组的级别的这些运动员，一直都有出现。是。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画面，台南市的陈月慈选手，台南市的陈月慈选手，他其实是我们那个。2023年我们要出发去德国柏林选拔赛的这个女子组的这个女单的最高级组的金牌选手，但她那时候就签运稍差了一点，并没有抽到这个代表权。反而是我们那个刚刚上一集应该前几场有一位就是女单的就是下一个级别的这个第2级的这个女单的对垒其实您可能不知道的是，有一个台南市的这个。桃园市的这个陈雨荣选手对上那个彰化县的周纯玉选手，上一场的那个女单的金牌战，这2位呢，其实是我们德国柏林的2位入选的羽球选手来厮杀的。我刚刚在那边旁边远看，哇，这是国手大战。对，我们刚刚好像没有转播到这场比赛。是的，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状况出现，所以我们都很开心的，就是运动员。愿意一直长期的维持这样子的运动习惯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但我们也更开心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生面孔。也就代表着我们这样子的羽球推广的运动可以越来越普及化。每一个运动员，不管你的羽球能力如何，都可以来这个参与这个羽球运动这样子。对，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特奥羽球的进行呢，包含有这个电视转播的增加，也可以吸引更多刚刚老师您讲的这个新面孔一同来参加比赛。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几位的讲评老师当中也提到，在特奥羽球的举办，成绩其实并不是这么的重要，对，重要的是鼓励选手们可以有一个交流的空间，可以来走出来的空间哦。对。所以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台南市的这个2位选手都具有基本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而且力度也都非常的足够。所以当启动这个杀球的时候，台东县的选手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回击的。那刚刚有提到，在台南市的这个陈月慈选手，在除了国际赛有出赛的记录之外，在上一届的这身障运当中，也是拿到了个人组的金牌选手。对，没错。他也打了好几届全身障，我印象中至少有4届吧。他是台南高工优秀的毕业的运动员，这样子。对。
大概我们这次台南市的班底哈，都是以台南高工的在校生跟毕业生为主，这是我目前所知道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各县市的这个特奥羽球代表队的组合都不太一定，包括他们的选拔出来的方式也都有各县市有差异所在。是。好，那在这场女双的金牌赛当中进行到第2局了，在第1局台南市是21-6拿到第1局的胜利，那不过在第2局现在进行到前中段哦，在台南市的敏君跟岳慈还是拿到了4分的领先。好，这一球的放短球、切球做得非常的好哦。所以一位优秀的特奥羽球运动员，除了我们会看他的杀球的力度之外，那如果运动员可以再做一些切球，或是放短球的一些技巧的话，这样当然他在场上的运用度就会来提高许多这样子。那台南市的敏君跟岳慈2位的选手默契上的搭档，目前看起来是蛮好的哦。是，台南市其实在培训特奥羽球项目上面一直都有长期的在经营啦，所以他们的相对我们今年给他看起来全身仗运的这个比较高能力级别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台南市选手的身影。是。就像我们现在画面的这个我们现在这边是 A 场地，在主场地有我们的女子单打的最高能力级别的厮杀，也是蛮好看的一场比赛。那在今年的特奥羽球的比赛当中，今年27号5月27号是赛程的最后一天哦。是，对。当然也希望关注特奥羽球的观众朋友们，今年剩下3场了，应该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了。是。那也可以透过转播来欣赏在场上选手们的一些球技的表现哦。是。好，第2局的比赛现在来到11-4，所以要场上出现一个短暂停了。是。那通常这个短暂停啊，我们担任教练的，有时候就会依据场上临时的看对手的这个弱点的部分来给予选手做一些简单而且具体的提醒。是。因为当我们面对到特奥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给他太复杂的指令内容，他不见得能够实际上的操作出来。所以我们的给的指令有的时候都非常的具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会依据选手的特征，告诉我们运动员说，等一下你球可能要打给谁，打哪个方向。比如那方向，我们就很少会去讲说打他的左边，是，或者打他右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员搞不清楚左右边啊，所以我们就会给一些明确的标志比如说你等一下打到他那边，你眼睛看的是哪边的标志那通常呢，我们最常见的策略呢，就是告诉运动员说打到他的反手拍的位置因为大部分的运动员反手拍都不是那么的顺畅，是，对，所以我们就会告诉他说是打那样子，或者是另外一种指导方式，就是说打到他的没有拿拍子的那一只手的方向，那这样子运动员就能够比较好去辨别他等一下要执行教练的指令是应该如何去执行的。那除了在这个短暂停，刚刚教练有提到会下达一些战术之外，会不会聊一些战术之外的东西呢？通常像我刚刚上一场，我坐在教练椅上来，我第一个通常我的节奏就是我一定会先叫孩子喝一口水。是。那因为我们有的孩子是他其实当很紧张的时候，他会忘记补充水分，但其实羽球场上的跑动，他们可能自己不觉得，但无形当中羽球上的跑动是非常多的非常多趟的，那孩子就会忘记要补充水分。所以我的第一件事情通常都是叫孩子喝水。那喝完水之后，我就会跟孩子说，如果孩子是打顺风球做得很好，我就会鼓励孩子，就说你刚刚打得很好，你什么样的动作做得很好，你等一下可以继续的来使用。那当然，如果假设是我方落后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跟孩子说，没关系，我们就把球该打回去就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当这个时候你给孩子更多的策略，他不一定能够立刻的来吸收，大概会有时候做这样子的调配，这样子。季军由云林县那在这场比赛，目前第2局的比赛，敏君跟岳慈现在又是一个17-7，10分的领先。对。
但这一局台东县的表现就比相较于上一局来的积极一点哦，整个跑动上也比较活泼一点。检录区，等一下我们颁奖，男子单打 M05。这球在回击的力道上来讲太大了，有点可惜。南投县李文汉，云林县许玉玲。哦，来一个猛烈的杀球，而且是杀到2个选手的中间。好，那从那个我们的运动员常常如果杀中间的话，他们就是你看我，我看你，我不知道到底谁要接呢？哦，南投县陈英奇。现在在这场比赛第一个赛末点，明君跟岳池拿下了。对。所以在这场比赛最后女双的金牌赛当中，2局的比分都还蛮悬殊的，21比6跟21比7，直落2。来自台南市的高敏君跟陈岳慈是拿到了今年女双的金牌。对，在台东县的2位选手林真莹跟戴雨晴，是在今年的女双的赛事当中拿到银牌，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哦，应该是要给予场上4位选手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哦。是。好，那在这场女双的金牌赛结束之后，我们要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会有下一场男子双打的比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请您持续锁定。谢谢主播。报告女子单打 F05， 经过激烈3局新战之后，最后由台南市邱以真获得冠军，亚军由新竹县刘思雨获得，恭喜上获奖选手。大会广播，我们请下面的选手至检录区，我们即将进行颁奖。女子单打陈品珍、张小可、詹雅文、潘柔雅；男子单打 M06， 台东县田俊杰、台东县李建荣、高雄市游艺海宜兰县林汉生；男子单打 M07。南投县聂维良、嘉义市张国志、台南市赵永进、彰化县王新伟，我们请
选手至检录区。好，我们现在要开始颁奖。那我们现在颁发的是特奥羽球。好，继续回到在营北国中体育馆的现场，我们在这个阶段继续要为观众朋友带来特奥羽球男子双打的赛事。这场比赛是金牌赛哦，哇，是一场精彩的台南内战。对。分别是要有4位台南市的选手，分别是台南市 A 队的林吉庸跟陈以元，要对上的是来自台南市 B 队的林破斌跟陈正豪。那这场比赛4位选手因为都是同队哦，所以这在制服上面来讲都是同样的色系哦。那这场比赛我们在赛前的介绍可能就是以这个鞋子的颜色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哦。那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侧是台南市 A 队的选手，那在画面的右边呢是陈正豪选手，在画面的左边是林破斌选手。我们恭喜第3名南投县。那在画面的另外一侧，台南市 A 队的2位选手。那在左手边的穿着白色鞋子的吕国军选手。好，这边要稍微更正一下，不好意思，在这个画面的上方是台南市 A 队，在画面的下方是台南市 B 队。恭喜澎湖县吴德伟选手。好，现在比赛要来展开哦，在陈以元这边要来。怎么会是左边先发球？先发球，右边。对。4位选手往中间靠拢，把那个奖牌换到前面来，不要被吉祥物挡住了。好，来看前面。哇，来一个跳杀啊！这是非常精彩的跳杀哦。这球发球，哇，在底线的裁判是判定球出界。好，往前的拦截非常的漂亮哦，这有时候也是需要2个人双方的默契了。这场台南市的内战，我相信对于4位的选手彼此来讲都很熟悉哦。这边的下手回击没有过网。我想4位都是同一位教练了哈，所以现在教练也不知道该坐哪一边，所以我们现场就看到没有教练做教练席的状况。那在场上的这4位选手在上一届的比赛也是有非常好的成绩哦。是在 A 队的林启庸在上一届应该前年的单打的部分是拿到了全国的第4名哦。那跟他搭配的陈以元呢是拿到了单打的金牌。那在台南市 B 队的陈正豪在上一届的比赛双打是跟前队友赵永庆来搭配哦。在前年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双打的铜牌哦，所以在这一组的对战组合来讲也是星光熠熠哦。是的。最后我们恭喜第1名彰化县周纯玉选手。好，来最后我们来拍个照。好，来选手往中间稍微靠拢。好球哦，这个球控制得非常好哦，在一个手腕的转拍之后，来到了2边的这个边线的部分。这球在底线的正好把这个球放掉，球出了界外。女子单打 F01，彰化县张瑶锦、台东县周怡婷、新竹市蔡伟玲、花莲县陈姿颖、台东县张君玲，请以上选手至检录区准备颁奖，谢谢。哦，很漂亮的一个杀球哦。男子单打 M06组，10比4。好，
来发球失误哦。那一般来说，我们在特奥羽球场上经常看到的选手不小心的这个发球失误的部分哦，这个都是在比赛当中有时候会成为胜败的关键之处。所以我们在指导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说，不要再想太多哦。比如说我们的球应该要发到哪个位置，短发球或是长发球，有时候重要的关键，发球发过去哦，比起你发球失误要来得好。是。在第一局的比赛，林柏斌跟陈正豪取得了11比4的领先。这种内战的比赛其实也蛮为难教练的，在暂停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要4位的选手一起来讨论一下战术，还是会有其他这第2位教练来协助帮忙。报告，我们现在进行都是单打选手的颁奖，请双打选手不要下来，谢谢。刚有一个强力的杀球，那回击出界。好，来，我们现在颁发的是特奥羽球。好球。女子单打 F08。这球回击是直接打到网袋上面了，刚好是弹到对方的场地内。好了，叶文请我们蔡科长为我们颁奖。来，李真。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4位运动员的这个双打的补位的概念都非常的优异哦。哇，最后这球是在界内，但是放掉哦，是一个判断的失误。OK。4位的选手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展现了蛮优异的运动能力。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哈，有时候在关键时刻的发球，就是会来一个小失误。9比14。好球，很棒哈。刚好是打到了在左侧后方的一个大空档。OK， 好，这就是太紧张了一个突然想要压球的失误。哇，这球非常漂亮哦！是在后排的这个陈议员哦，刚刚左右的救球啊，这个辛苦的这个救球之下有甜美的回报，拿到1分哦。选手已就位，好，来，李真，敬礼。好，来，我们。这时候想要尝试做一个这个切球的放短哦，但很可惜的挂网并没有过。再来，我们恭喜第3名，当然是赵永庆选手。还是一样一个放短没有过的状况哦，所以这时候连续的失误可能就是要我们来放慢一下节奏哦。那在场上2个人就可以顺时的去沟通一下哦。18比11，破冰跟郑豪现在取得7分的领先。哇，这一球的反手救球，但挂网。南投县射维良选手，叶维良选手，来，不好意思。这边看起来有突然间瞬间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协调不稳的状况，而导致没有把这个球顺利的挑球打过来。把奖牌换到前面来，不要被挡住了。好了，看前面。这就回击过网了。在第1局的比赛，现在是出现了局点哦。台南市 B 队破冰跟郑豪8个局点的机会。这球，这球救得非常漂亮，可惜出界了。那我们也结束了这一局的比数。在第1局的比分方面是台南市这个 B 队林破冰跟陈正豪是21比12，在第1局是拿下了胜利。是。
那这场台南市的内战呢，因为真的4位选手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比较没有这种紧张感哦，感觉有点之气，对，感觉有点像是这平常练习的感觉哦。对。一般来说，这种双打的组合哦，能够找到2位都相对运动能力非常优秀的选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对，因为通常我们在这个寻找这个特奥运动员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如果发现有某一位特奥运动员的这个击球能力或是运动能力协调相对很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是鼓励他先从单打开始来练习起。所以如果你在同一个，比如说同一个学校，能够顺利的同时找到2位优秀的选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来组合这个双打的搭配。只能说这种羽球双打比赛真的有句成语套用，就是知音难寻。是啊，是啊，是啊。08组，然后请选手就位受奖。好，在第2局的比赛，看到在台南市 B 队这边要更正是台南市 A 队要来率先的发球。陈以元刚刚这一球的发球，是让 A 队的吉庸跟以元这边是拿到了分数，1比0。再来，我们恭喜第3名桃园市陈彦佑选手。好，那我们恭喜第2名新竹县辜淑华选手。好，最后我们恭喜第1名台南市陈荣凯选手。想要来做一个杀球，但是有点受到了灯光的影响。对。好，来，我们要拍摄来往中间靠，把奖牌放到前面来，不要被。1比3。正好的发球。来，看前面。这球顺利杀成功，来对方回击出界。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特奥运动员想要做这个连续杀球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第1球杀得很开心，但第2球就是可能想要积极的再更出力一点，而常常出现这个挂网的情况哈。对，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指导单打的运动员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叫他连续的来做这个杀球的动作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他第1颗杀完之后来做第2颗的放短的部分，这样子的手腕上的运用哈，都有它一定的难度。我们现在报告的是特奥羽球女子单打F01组。因为运动员有的时候啊，就是激情过后就觉得我杀球比较帅，所以我要疯狂的连续杀球啊。这有时候杀球会杀到上头。是啊，所以就挂网了哈。所以就是我常常跟运动员讲的，你不能杀到自己死掉啊。不过在第2局的比赛，在吉庸跟以元的开局是蛮顺利的哦。这种比数上的这个差异哦，也是在我们这个全身藏运的这个赛场上经常会出现的哦。就是说，顺利拿下第1局的选手，通常在第2局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会突然的失去这个准心哦，所以你会发现，怎么第1局顺利拿下的运动员，怎么第2局会突然间的落后这个大比分的状况？这个有时候在我们指导运动员的时候，也是要再特别去提醒跟注意的哈。10比3。那当然，对于吉庸跟以元来讲，在第1局是已经输掉1局了，这一局势必要把握下来哦。是。那我们的颁奖就先到这边哈。那最后全部赛程结束。现在第2局也进行到11分的阶段，所以双方要再度的来一个短暂停休息一下。是。在第1局其实打蛮顺的，破冰跟郑豪，这个时候要再来讨论一下如何来因应一下，能不能在第2局来反超回来哦。是。那我们看到的，其实在这个第2局哦，这个破冰跟正好的部分哦，其实主要的失分状况都来自于自己的失误哈，比如说杀球的挂网哈，或是回击球的这个出界的部分的状况是比较多的。
反手的回击还是挂网。哦，又是一个失误的出界哦，这是非常可惜的部分。13-4。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局哦，这个破冰跟正豪突然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回击球的失误哦。这边很可惜哦，想要尝试做一个放短的动作哈，却自己没有把它放过去。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破冰的部分来做一个换球的这个动作哈。那其实这个动作对我们特奥运动员来说也是常常会忘记哦，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并不会的这个主动的去要求裁判说我们要做换球，他们会一颗球打到底。是。哦，有时候其实除非你透过这个教练的引导说，其实你可以换球啊。然后再来，因为这个速度感也会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4位运动员都是经过这个长期的训练，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主动换球的要求上，是能够提出来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地方。15-7，现在在第2局还是保持的非常安全领先的吉翁跟以元。这一局有蛮大的状况哦，在破冰跟正豪前排的反手的回击上面来讲，挂了蛮多球在网上。第1场地由高雄市姚来顺对战嘉义市罗正文，主审由李秋怡裁判担任，现审由陈满、洪秋兰裁判担任。让我们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加油！今天来一个杀球的失误哦。哇，这杀球非常的猛烈哈。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正好跟破冰的部分，在于这个后排哈，面对对手后排的这个杀球的部分，他们还选择的站位还是属于前后站的这样子的状况哦，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容易再把球回击过去的哦。所以在我们一般的羽球选手的概念，一般我们挑球之后，我们会让选手主要就是会分成2边来站，我们就不会是一前一后的这个站位。这个部分是他们可能未来在沟通上可以再做努力的地方。好，很快的在第2局的比赛也结束了，吉翁跟以元在第2局比赛反倒是21-9拿到了胜利了，所以在这4位选手前面2局打完各赢1局哦，待会要来决战第3局。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在第3局的比赛，在台南市 A 队要来先发球。最后由屏东县许瑞琪获得冠军，新北市吴秀芬获得亚军，苗栗县钟伟玲获得季军，彰化县黄佩玲获得第4名。我们恭喜以上获奖选手。这球碰得非常的优秀，就已经跳起来了。球瞬间回击过来之后，还能够在瞬间把球打回去哦，这制空能力非常的不错。而且刚刚前一球，陈以元真的是后排打完打到前排去哦。是。黄燕红对战屏东县。所以这样子的移动能力，真的是在我们的特奥运动员当中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哦。张敬慧裁判担任。
来一个往前的扑球哦。欢迎裁判及运动员进场，加油加油加油！2比2。哎呀，发球失误哦。所以有时候运动员太急哦，这个位置都还没有做好的时候，就想要选择先发球哦。好，这边又是一个回击球的失误。左边的空档。哦，这为自己加油哦！这个杀球也杀得非常的好。这场比赛可以看到在，林以元有可能是在这场比赛中看能不能来带领吉雍一同拿下金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哦。虽然现在3分的落后，来看一下在后面的分数可以来如何追赶。哎呀，这个感觉有点被队友骗到了。对。那球刚好压在了线上哦。又是一个这个杀球的挂网哦。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啊，常常这个杀球的快感来了之后呢，就会每一球都用杀球哈。其实都忘记了，他其实也可以切球，不用这么费力的来不断的进行这样子的杀球的动作哈。哦，又是一个平抽档的一个回击哦。这球回挡得非常好，哎呀，可惜了哈，又是一个自己杀球的挂网的失误。目前的分数非常的焦灼，6比6的平手。转拍最后是打出界外。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吉雍跟以元的部分哦，其实都可以不断的来做沟通。那相对的，我们看到破冰跟正豪的部分哦，可能就是你可以发现他们在场上的沟通或许少了一点哦，但是都各自很努力的专注在球场上面。还是一个平手的状况，哇，这又是一个自己的往前扑球的失误哦。感觉是一个机会有做出来的，要来打左侧的位置，但是最后这球是打到网带上。好，又是一个发长球的失误。最近的几球的最后的结果都是挂在网上。是。哦，那这个情况呢，可能也跟着运动员的体能下降哦，毕竟来到了第3局哦。当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员杀球的次数比较频繁之后哦，那可能击打力的下降会导致他这个后续的杀球就会不断的高度往下降而挂网的状况。10比9。又是一个回击球哦，如果这一球不接，应该是个界外球的状况哦。有时候，运动员也常常在对方杀球的时候哈，就是觉得一定要把对方杀过来的球很帅的挡回去啊。是。哦，所以有时候其实明明对方其实就是杀出界，但运动员都还是会去把那个球给挡回去，而造成自己变成自己失误的这个状况。对。然后在第3局的比赛，林吉雍跟陈以元现在11比9，2分领先，也是同样来自台南市的林破冰跟陈正豪，现在在第3局哦，除了短暂休息之外，要来互换场地哦。哦，那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教练哦，是我们台南高工的阮香华阮老师哦，其实在特奥羽球界长期的在经营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南市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大概都是他的子弟兵啊哈。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反拍啊！哈，
一般做到这个运动员能够做到这个反拍的杀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乙元吧哈，那可以很漂亮的来做一个反拍的杀球。又是一个回档的出界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运动员判断这个界外的时候我们太抽象的方式跟他说接近啊，或者是怎么样运动员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所以我比较通常的做法就是会告诉运动员说，你一定要脚跟过去边线那如果球飞过你的身体或者超出你的脚，那代表它就是界外球，不要再打了。那比较常看到的状况就是运动员可能连移动都觉得费力，所以我连移动过去可能都觉得好像离我很远，他应该是界外了，然后通常就是会界内所以我都会告诉我的运动员说，一定要跟到最后确认再来做这个放弃的这个动作可惜不然刚刚的两边的两个点的一直的这个挑球的对拉其实运动员做得非常的好。反手救回来，打到后排。再来一颗，好来，可惜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运动员当第一颗杀球成功的被回击了之后呢，通常他的做法就是会再杀第二颗。那就不像我们一般我们在这个羽球赛事当中看到，其实你比较少会看到我们的运动员是一直疯狂连续杀球的，比较多会做一些杀完球放短或是做一些长球的推挡的动作那但是在我们的特奥运动员当中，有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觉得我杀球杀得很开心所以就会接连的杀有的时候挡回去呢，也不是说一定要回击回去到对方，让对方继续杀所以这样子的轻轻的挡，有时候要教会运动员也是要提醒非常多次才能够成功。是。又是一个杀球的挂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球呢，运动员在这个击球点上已经变低了所以造成他的挂网的这个状况。这也跟在双方选手进入到第3局体力上面的负荷上面来讲，可能体能的调节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就很明显的看到差异。是。好。17-15。其实，在第3局的比赛进入到后半段，也是分差蛮小的是。这球救得很好，来一个对角这球的这个2点的这个控制就做得非常的棒。来，这时候运动员又提醒因为连续的杀球之后呢，这个球可能速度上有点差异所以主动的来提出换球。这边又是一个长球的回击出界。18-16。这边这次终于觉得不用再一直杀球所以来做一个连续的2边的切球放短。发力过大，所以双方在刚刚其实分差来讲还有一度到达平手的情况，结果被破冰跟郑豪连续拿了分数，现在有赛末点的出现了。就在第1个赛末点来这个郑豪的部分成功的杀球成功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赛末点。好，虽然这场台南市的内战对，所以带走金牌跟银牌的都是台南市的选手林破冰跟陈正豪是2-1，分别是以21-12、9-21跟21-16拿到了今年在男子双打的金牌。那吉庸跟乙元在这场比赛落败，最后是抱走了银牌。那在这场比赛赛后，我们也请淑华老师来简单的讲评一下4位选手的状况。我们可以从这一场比赛看出，这4位运动员在这个特奥羽球的这个基本的技术跟能力上都是非常的优异的。那可能在于这个最后郑豪跟破冰能够取得胜利的这个主要的关键，其实就是在接近比赛的末段，有的时候运动员的紧张感也会迅速的来提升所以再加上这个吉庸跟乙元的部分，相对于
在最后段的时候的失误也来得多一点哦，所以能够让这个破冰跟正好有这个机会能够顺利的得分，并且在最后一个赛末点就顺利以杀球来结束这一场比赛，这样子。好，非常恭喜在台南市的4位选手。在结束了这场男双的金牌赛之后，待会有今天转播预计的最后一场比赛是男子单打的赛事，也请您持续锁定。是。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继续回到营北国中的现场。我们在今天所进行的比赛是特奥羽球男子组的比赛，在这场男子单打的金牌赛也是今天转播预计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对战的选手部分呢，是由新北市的洪鼎娣对上的是嘉义县的严红玉。这两位选手在场上目前在做赛前的暖身。那画面上看到的这位选手是嘉义县的严红玉选手，他在画面的对侧穿着紫色的球衣，来自新北市的洪鼎娣。那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工作一样是由我主播赵仁远，以及再度邀请到的是杨楚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老师午安。主播午安，各位现场的球友们，大家午安。在今天这场比赛特奥羽球也是今年113年这身心障运动会当中在特奥羽球的最后一场赛事我们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可以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这两位选手也是老战友了哈，在上一届111年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这两位选手也是在决赛碰头哈。那当初是由洪鼎娣2-0、21比14、21比19赢了严红玉，获得了冠军。那今年呢，两位又再度在决赛碰头哦，看看严红玉有没有机会可以复仇成功。是。所以在上一届当中两位的选手是已经交手过了，在今年同样是以这个决赛的相同对战组合的戏码，要继续的再战一回哦。对。
这2位选手也是我们男子单打里面分在最好的组别哈。那这次的男子单打总共有43位选手，那我们分成了10组啊，那他们被安排在M04组啊，也是最好的一组，总共有4位选手这样。是。这场比赛的开局，现在双方3比3的平手。这2位选手在昨天的4强都是3局大战哦，很辛苦的才拿到了决赛的门票。不知道今天决赛对于双方来讲，体能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不过现在在第一局的比赛，看上去双方在得分的效率上来讲还蛮快的，所以并没有太多相持的情况产生哦。嗯。7比4，嘉义县的红玉现在是3分的领先。我们可以看到男子的第一级的组别选手的稳定度跟控球都相当的好哦。就他们的一些视角的拉吊啊、控制啊、稳定度都相对不错哦。不过可能真的是在上方的场地稍微还是有一些顺风的影响哦，所以可能在那个新北市的鼎力的部分，可能控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很快的，在第一局是红玉是率先拿到11分了，所以在场上又要出现了一次短暂停，让双方的选手稍微休息一下哦。那在上一届的比赛，刚刚有提到，在顶地的部分是拿到了金牌。目前在这场比赛的开局，目前看上去在红玉的分数上面来讲是暂时领先顶地哦。所以来看看能不能在今年红玉来一个甜蜜复仇。是的。那新北市的教练也在提醒那个鼎力哦，看待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可以把落后的分差呢给要回来。好，这球放掉，但是球在界内落地。哇，发球力太大了。对。那我们在前面的几场比赛也提到，在画面上方的这个位置发球要特别留意发球的力道，因为这是一个顺风位。鼎力可以利用这个顺风，可以加强一些攻击哦。因为他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是攻击的那个欲望比较高一点，所以比较有效的去做一个调动。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主要目前以视角拉吊为主，攻击相对于少了一些。回击出界，其实差一点点哦。在底线审判定这球是有压到线上，15比10，还是太大力了。对，底线的控制可能要稍微再留意一下。鼎力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哦，轻轻碰一下球就出界了。
来到第一局的局末点，红玉在第一个局末点就掌握下来，是靠着顶地的失误，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21-10，是由红玉是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当然，在第一局，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在顶地的部分是出现了蛮多这个非受迫性的失误，让红玉这边是有比较多得分的机会。相对他也花了比较少的拍数，就拿下了第一局哦。那第二局换边换了场地，看看红玉有没有办法做个调整，或者是鼎力可以赶快的及时的恢复一下，看看第二局能不能够扳回一城。那当然，打到金牌赛打到决赛的选手，真的实力上面来讲，真的是旗鼓相当哦。所以待会也可能鼎地在第二局当中也扳回一城，这场比赛又要进入到第3局，也是蛮有机会的哦。对，真的。那虽然在上一届的比赛，鼎地是直落2打败了红玉，但在今年的比赛，第一局目前是暂时落后红玉1局。那在第二局的比赛，还是红玉在画面的上方要来先发球。这球反手的回击出界。刚才第一球我们明显看到鼎力的球的力道有稍微再收一点哦，但是他现在是处于比较是逆风的一个位置，如果力道收的太小，有可能会送的不够远，给对手有机会攻击。主审由陈满裁判担任，谢审由洪秋兰、肖涵云裁判担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裁判及选手入场，加油加油加油！3-1，鼎地这边要来稳住。不过可以看到，在这一局的攻击策略上来讲，鼎地的不管是发球或是回击，感觉在力道上面都有添加一点。红玉这边也在加强着攻击哦，看能不能够直落的拿下。发球发力太大了，出了界外。这球可惜了，边线稍微的有点误差哦，出了界外。第二局的比赛，红玉现在后来居上哦，把比分给追平了。鼎力的失误有点多哦，可能要稍微再赶快调整一下。连续的几球都是打右边线的位置，但是球都出了界外了。可能还是担心力道过大，容易出界，所以其实他的球位相对于打得有点慢了，就会让红玉有更多主动进攻的机会，会造成鼎力在回击会比较有点受迫。各位现场的伙伴，让我们欢迎南投市民代表会副主席9-7，10-7更正。我们请张泰瑞主席来、副主席来跟我们挥手致意一下。红玉看到在这一球的攻击，对于自己的反手拍有相当有自信哦。
那也来到第2局的这中场休息时间哦，在11分的出现，要来有一个1分钟的短暂停。看看新北市的教练有没有办法赶快给鼎立一些策略哦，因为相对于这样子，刚第1局打完，再加上第2局的前半段，鼎立还是稍显有一点保守，不太敢打哦，很怕那个球会去出界哦。然后他原本比较擅长的一些攻击，在这场比赛来讲，相对于少了很多。在第1局落后的鼎立哦，在第2局现在一样还是打一个逆风球哦。好，这球有点判断失误，认为球预期是在界外会落地哦，但是球在界内。追了2分回来哦，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又是一个非收破性的失误哦。今天红玉对于他左手边的这颗边线球看的是相当的精准哦。好几颗的界外，他都有成功的预判啊。是。M03，最后江谢佑荣获得冠军，台中市王幸福获得亚军，宜兰县陈义成。不过在这个时候，鼎立要沉住气哦，不能因为现在1局的落后，而且第2局还是一个落后的局面，乱了自己的进攻节奏。是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红玉他是有做好准备了，万全的准备。他在这种顺风处的控制，他是有一点收力，他的出拍并没有很完，就是用了蛮多的力道去做一个出手，有稍微收一点。哦，红玉又是一个大对角的进攻得分哦，分差已经来到了7分。这球放掉就变成失分了，17比11。又是一个大对角的进攻得分哦。红玉在今天的攻击蛮有自信的。边线裁判又喊了一个 out， 所以现在对于落后的分差来讲越来越大了。现在只能一颗一颗的追啊，要忘掉比分哦。哦，这个防守不错。最后20比15，红玉终于是迎来了第2局的局点，同时也是赛末点。我可以感觉到鼎立在这比赛的后半段有这个追分的力道上来了，不过现在是被逼出了赛末点，看看能不能在不失分的情况下，至少把这个战线带到 deuce。哇！不过在第2个赛末点这边就由红玉掌握下来哦，所以在这场精彩的金牌赛当中，最后在红玉是甜蜜复仇哦。今年的比赛21比10、21比16，哇，直落2的比分呢是在今年拿到男子单打的金牌了。那鼎立在这场比赛也很可惜哦，没有办法蝉联这个金牌的这个行列当中哦。那也希望在未来有机会哦，可以继续的再跟这红玉来对抗哦，看能不能看我打败你1年，你打败我1届哦。对。
好，那我们在收看这2位选手鼎棣跟红玉的精彩画面之后，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准备要来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其实也看到了蛮多位选手，因为今天都是奖牌赛、铜牌赛以及金牌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镜头让各位观众朋友们看到非常精彩的赛事，以及介绍特奥羽球的一些特性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赛后也请杨楚松杨老师再来为这些想要未来从事特奥羽球的，不管是家属们或是选手们的一些建议，以及邀请的一些可以让他们如何来参加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赛其实很棒哈，这就是特奥的一个精神哈，就希望这些特殊生他们有一个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机会，无论他们今天做得好不好，他主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去参与。对，那其实各县市很多都会有自己各县市的比赛。那我们在特教的部分呢，也很努力的在去做这个推广，包含我们有所谓的西级的教练讲习啊，或者是裁判讲习。所以在基层的部分呢，我们的师资是足够的。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就是多多的鼓励这些运动员来参加。那在特奥羽球，其实我们在今天比赛前也提到，这是第一次国内有这个转播的服务。我们也相信把这项运动继续推广给全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哦，也希望透过您的关注以及选手们的参与哦，让这项运动的赛事可以越来越被大众看见哦，进而让这台湾在这特殊运动会的项目当中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转播也准备告一段落了，在今天也非常谢谢所有的讲评老师以及杨楚松老师的陪伴。我是赵仁远，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有一天全国身障运动会的比赛，请您锁定我们的转播。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再会喽，大家拜拜，拜拜。